天尊，北冥天尊，北冥天尊，你就睁眼看看奴家嘛，奴家不信你两眼空空。聒噪！春北冥，你看你修行都5000载了，如今只差一步，便能渡劫成仙。这时候你要放弃？小离，尽管我知道你是我的心魔所化，但我已经5000年没好好看过你了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哥，你人人都道金丹大道好，却不知我北冥天尊苦修5000载，只为重活一世。天道茫茫，仙道渺渺，诸天万界在上，我北冥天尊愿放弃成仙之机，以5000载修为，换我重活一世。哼！2023年，我真的回来了。妈，你还活着，实在是太好了。陆天，上一世就因为那个女人，你便把我折磨得不人不鬼，接着又当着我的面亲手杀了我母亲，逼死了我妹妹小离，若不是拜你所赐，世尊路过蓝星带走我后，我又怎会一心修炼，成为人人敬仰的北冥天尊呢？你放心，这一世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是小北来看妈了吗？都怪妈没用，妈没帮你借到钱。是我，妈，我回来了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陈北冥，你这个混账又来找妈要钱了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啊，小离，为了和你那帮狐朋狗友花天酒地，又来找妈要钱。我没有。就为了要那几个臭钱，又在妈面前玩割腕自杀这套是吧？你是不是非要把妈活活逼死才满意？你还有没有点做男人的担当？妈为了你去找那些亲戚们借钱。啊！哎，你们看，陈家那个败家子啊，又来问他们要钱了。小离，你少说2句。我偏要说，那帮亲戚说咱家养了个吸血鬼，养了个只知道混吃等死的废物，所以妈才被气吐血住进了医院，所以你才会被韩家退婚。小离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是你们陈家捡来的，我是管不着，辛苦的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小离，你哥没有这个意思。妈，小离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改的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以后过上幸福的日子。行了，咱家也不指望你了。这里是5000块钱，这钱你先拿着，以后别再来逼妈了。小离，你还在上学，哪儿来的这么多钱？我不打算读书了，这钱是我打工赚的。你怎么能不读呢？你上的可是重点大学，你是陈家的希望。你前天不是说我不是陈家的人，你也不承认我这个妹妹吗？陈家把我养大，就当是我的报答吧。最近很多债主都来催债了，足足100万。妈妈她一个弱女子，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？我兼职的店里有个顾客是大老板，他说想娶我，会给100万彩礼。
我答应了。你干什么？妹，你先别答应嫁人，给哥3天时间，我一定能拿到100万。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，毕竟你北冥哥可是明洞3界的北冥天尊。3天时间，你哪来的本事挣到100万？这钱我先拿走，3天之后，别说100万，便是1000万我也能弄到手。嘴上说的好听，我还是把钱拿走了。小丽，是咱陈家连累你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希望北冥哥以后真的能争点气。点星草、凤鸣花、雷击木，5000块只能配出最下品的筑基液，不过只要能打开灵窍也够了。前世师父带我入仙宗，花了我足足3年时间才筑基，今朝我以天尊境界，区区筑基，弹指可入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爷爷平时练功的地方，给你3秒钟时间，马上离开这里。西瑶，不得无礼！既然这位小友先来的，我们换个地方便是。哼！老人家，你这功法再练下去，估计活不过3个月了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爷爷，你的虎豹拳这是打得越来越好了，隔着1米都能感受到您的气劲儿，震得我脸颊生疼。爷爷这算不得什么，传说中的武道宗师可以内劲外放，飞叶摘花，皆可伤人。不过我华国武学界已经很多年没出现宗师级别的人物了。武道宗师是这样。好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人居然是位少年宗师！江北云家云天藏见过少年宗师，这位是我的孙女云溪瑶，我是宗师，尊姓大名。爷爷，你不要被他的障眼法给骗了，这家伙怎么可能是少年宗师？云家，上一世曾发生过一件震惊江北的大事，有人发布暗花，以3000万的价格悬赏其孙女云溪瑶的人头。不久后，一代美人云溪瑶从此香消玉殒，难道是她？喂，问你话呢。我叫陈北冥，我知道有人发布暗花，悬赏你孙女的人头，给我3000万，我能解救你孙女的命。你怎么知晓暗花之事？爷爷，这人就是个骗子，他一定是打听好了，故意在这等你上钩。至于少年宗师一说，我看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哼，你修炼的功法先天有缺，按照我改良后的功法修炼，不仅能治好你体内的暗疾，还能让你的修为更进一步。这……爷爷，你别听他胡扯，他就是来骗钱的。照他的狗屁功法修炼，会走火入魔也说不定。我北冥天尊手书的功法，岂止3000万，是真是假，你一试便知。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。欢迎光临。江璇，你叫我来什么事？这是10万块钱，按照约定退婚，你保证永远不来纠缠我。前世妈便是因为我被退婚，气得一病不起。我不同意。你反悔了？哦，是不是想加钱
报个数吧，100万够不够？再说一遍，我不同意。100万你还嫌不够？陈北明，别仗着我们两家是世交就得寸进尺。我韩家是有钱，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想娶我，你配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堂堂北冥天尊配不上你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费尽心思掏空家底，甚至让你妈贷款，不就是为了装富三代，融入我们这上流社会的圈子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当初是谁死皮赖脸缠着我不放，妄想入赘韩家，实现你那个少爷梦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龙不与蛇居，我如天上仙女，你只是个低贱的凡夫俗子。就算是真的仙女，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啊，贾少爷装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豪门了。今天我就带你见识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豪门大少。不过，我希望你去了之后能认识到自己和他们的差距，以后别像一个苍蝇一样来烦我。Hello，听说你要花100万娶这里的一个陪侍当老婆，真的假的？玩玩而已啦，我怎么可能找个野鸡当婆娘的啦？100万洒水啦！江雪，你来了，这位是，会介绍一下吗？他叫陈北明，是我的未婚夫。哦，就是那个死活不愿意和你退婚，还勒索你的那个假富三代。这么猫阿狗也想攀高枝，也不先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配不配。切，像他们这种底层人我见多了，一碰到有钱人就恨不得扑上来倒贴。他之前一直很想融入上流社会，可惜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既然来了，就是朋友。来，兄弟，先整一口82年的老费。这位是江北李家的李公子，家里资产上亿。都姓陈，他和陈少的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兄弟，82年的拉菲喝过没？这一瓶可是要10万块的啦。这是江少爷，湘江人，家里是做酒店生意的，光是在江北就开了3家连锁店。切，82年的拉菲我不曾喝过，不过九仙子的琼浆玉液我倒是痛饮过不少。又在胡说什么？不打紧，不打紧，陈兄弟尝尝。哎呀，陈兄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么一砸可就是好几千块呢，都顶你好几个月工资了，怎么办呢？要不你给舔干净好了。看在你们是一群普通人的份上，我不想与你们计较。不过，但若再敢冒犯于我，你们的下场就像这样。哎呀，我没听错吧？这衰仔刚刚在威胁我们，不自量力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不过是普通人而已，还敢跟我们玩横呢？切，耍个杂技就想把我们唬住？来，跪下磕3个响头，我们大人有大量，放你走。我陈北明一生行事，何曾低头？你们想找死的话，尽管来。信不信只要我蒋天哥一句话，你小子就得被大卸8块？以你的层次，估计也不知道蒋天是谁。江北赫赫有名的龙头云家，你总该听说过吧？蒋天便是在云老手下做事。云家，江北云家云天葬见过少年宗师。哼，陈北明，麻雀岂能配凤凰？我这帮朋友们不仅能让你颜面扫地，更能一句话定你的生死。看在江雪的面子上，今天放你一马。不过以后你再敢纠缠江雪的话，小心我打断你的口音。真是的，陈少看上的女人也敢动，找死吗？不是韩江雪让你们放我一马，
是他救了你们几条狗命。哼！这里哪个孬汉是你男朋友？他要是罩不住你，今天老子要你好看！小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挣得多。别碰他！发生什么事？这个人不仅让我陪他喝酒，还想要让我……嘿，敢动小黎，你找死！哥，别冲动，这里不是你能惹事的地方。你是她男朋友，你竟然敢打老子！谁都该呀！看清楚，老子才是她男朋友，老子的妞也是你这种瘪三能碰的。李就系程离他哥，100万你就能把你妹卖掉？算了，蒋少，别给天齐哥添麻烦。怕什么啊？蒋老板给天齐哥面子，有蒋老板罩着，怕什么啊？对吧，天齐哥？没什么好怕的，蒋老板背后站着的可是赢家，在江北没有赢家搞不定的事。好，你们有种，有蒋天罩着是吧？敢不敢和我去见一个人？我看到时候你们还能不能这么硬气？去就去，我们会怕你这个小瘪三？哥，我第一次到你的厂子玩，竟然被一群毛都没长齐的愣头青给打了，我要他们死！大佬有令，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你们不要命了吗？你们知道这里是蒋老板的厂子吗？信不信我天齐哥一句话，分分钟灭了你们这帮小瘪三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，一群死扑街！分分钟灭了我。识相的话，赶紧给本小姐赔礼道歉。可闭嘴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？他能是谁呀？他再牛逼还能牛逼过蒋老板不成？在我的厂子里打我弟弟，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他就是江北黑白通吃的大佬，蒋天。哼，哥，完蛋了，我们得罪的竟然是大老板的弟弟。没事的，小黎，有哥在。你放心，陈少的面子蒋老板还是要给的。待会儿你低个头认个错，我想这位大人物也不会和你计较。蒋老板，上次您生日宴上，我爸还领着我给您敬过酒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问我要面子？就算你爸来了，也得跪在这里让我乖乖的抽大嘴巴子。蒋爷教训的是，求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能不能别杀我？看在你爸的份上，打人的留下，其他人滚吧。天齐哥，你会救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帮我向蒋老板求求情啊！看，天齐哥，哼，切，这奶楼啊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求你放过我。放过你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嘛，要你家拿出1个亿，另外让你的妞陪我玩2天。多贼奶酪饶命，这个女人就是个祸害，2天哪够啊？直接送给您了。您想要多久就多久。将军楼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还闭嘴吧！你还是想想怎么让你哥活过今晚吧。陈少，求你帮陈炳明求求情，今天毕竟是我带他来的。我怎么替他求情？他能拿出1个亿吗？况且他死了不是正好？你们的婚约也马上就能解除，你应该巴不得这小子死的。哼！动手，把人给我拿上！住手！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哼！你跟我讲王法是吧？你知不知道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跟我讲王法了。将军，你少说2句。蒋老板，这是我女朋友，
他年纪小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和他计较。滚开，小心老子连你一块收拾！在这里，我蒋天说的话就是王法。你叫蒋天，按照你们江湖上的规矩，你弟弟先调戏了我妹妹，你是不是更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？将军，你这个未婚夫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他只是自己肾赶着找死。一个无权无势的废物，也敢问蒋天这种道上大佬要说法？陈伟明，你干嘛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自己找死没问题，多想想你妹妹。倒是好久没有人敢问我要什么交代了，我倒想听听你想让我给你什么交代。你弟弟哪只手碰的我妹妹，我就要他哪只手。我可以考虑饶你们兄弟二人的狗命，这不过分。混账！哥，这小子这么嚣张，给我干死他！做了他，记住，小心别脏了我的地板。是，大佬。哦，要一起上吗？哼，正合我意。这是想不到还是个练家子，这就是这小子的倚仗吧。但是你武功再高，能高过枪吗？哼！小蒋啊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我云家的贵客出手？云老，云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您让下面人招呼一声就行了，何必亲自出马呢？啊，江北的龙头云老，他怎么来了？陈先生是连我云家也要奉为座上宾的存在，于是你也敢得罪的？陈先生？哪位陈先生？哥，这我爷爷口中的陈先生，不会是你吧？哼，你哥连给云老提鞋的资格都没有，又怎么会是云家的座上宾？别做梦了。说的也是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云老口中的陈先生应该是陈少。可能吧。清场，上家法，将陈先生请罪。云老您好，我是陈家的。滚！陈少，你不是云家的座上宾吗？我哪够资格？云老口中的陈先生应该是指我的父亲。陈少可真是低调，刚刚就应该早点亮出来，吓死那个蒋天。好不容易白捡了一条命，还待在这干嘛？没听见人家说清场吗？哼，小黎，你先去楼下等我，我和云家还有笔生意要谈。啊，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乖，放心。如果你打算在云家面前玩装阔少的那套，我想你算盘是打错了，惹怒了云家，就算给你10条命也不够赔的。没听到吗？无关人员都给我出去！陈先生，是云家御下不严，让蒋天这小子得罪了你，请陈先生代行家法。啊，这云老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只不过是个毛头小子。放肆！你竟然敢如此和陈先生说话！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可是一位少年宗师？什么？少年宗师？陈先生，请。还是算了吧，我怕我这一鞭子下去，把他抽得灰飞烟灭。蒋老板，是吧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和云老一样叫我小蒋就好了。我可是记得，先前我说过，你弟弟哪只手碰的我妹妹，我就要他的哪只手。云老，我可只有这一个弟弟啊。陈先生，请吧。记住，我不是在和你们讲条件。再有下次，可就不是废你一只手这么简单了。杨虎，还不快谢谢陈先生！多谢陈先生，多谢陈先生。
将阿虎带下去。是。陈先生，接下案花的人已经扬言，明日一早便要登门杀我孙女。这卡里是答应给您的3000万，请陈先生移驾云家，救我孙女一命。元老竟然给他想，云老，起来吧。看来你的案绩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。托陈先生功法的福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的孙女不会有任何危险。那一切就拜托陈先生了。我妹妹还在楼下等我，明日一早我会去陈家的。小黎，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在想，你要是出事了，我回去怎么和妈交代？放心，你哥我可是堂堂北冥天尊，区区一帮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伤得了我？哥，你又在说胡话了。不过，我发现你好像真有点不一样了，我都不确定你还是不是我哥了。傻丫头，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刚刚给你转了一笔钱，你拿去补贴一下家里，顺便给自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。你能有什么钱？你那5000块钱还不是我给你？等等，这个是个10、100、千万1000万！陈北明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云家出了点事情，哥接了一个保镖的活。你给云家千金云熙瑶做保镖，你疯了吗？走，把钱还给云家。你都知道了？我刚刚下来听江学姐说，有人要杀云家大小姐。你一个普通人，你去干嘛？去送死吗？相信哥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咱这不是缺钱吗？你放心，这回我一定要让你和妈不再受委屈了。哥，答应我好不好？不要去。云老，你说的那位大高手怎么还不来？云老既然请了我们师徒二人，就不该去请别人。难道云老不相信我师徒二人的实力吗？川儿，怎么和云老说话的？快给云老道歉！年轻人有点火气正常，不过多个人多个把握嘛。云老，江北名头叫得响的武者，我师徒二人都认识，可从没听过这个陈北宁。现在诈骗手段这么发达，说不定这个人呢，已经拿着你的钱跑路了。3000万而已，我相信对一名宗师来说算不了什么。什么？宗师？如今华国的宗师，要不就是在占卜甚至高位，要不就是各大门派隐居长老。不知云老是请的哪位老怪物出山？不是老怪物，是名少年宗师。少年宗师？哼，纯属无稽之谈。首先，我并不是你口中的宗师；其次，我也并非武者。不是宗师？难道此人真如西瑶所说，是个骗子？云老不相信我能救你孙女吗？我虽不是宗师，但是我自认这天下还没有我陈北明不能杀之人。就你，不是宗师，还敢说天下无不可杀之人？你这语气未免也太狂了吧！我狂，是因为我有实力。当真是狂妄了。你看起来比我年龄还小，这云家的3000万，你拿得住吗？放肆！张川，我警告你，陈先生可是有真本事的。爷爷，我早就说过，什么飞叶摘花皆可伤人，就是他使的障眼法而已。我相信张哥和他师傅就能保护我。飞叶摘花？
哈哈哈，还真是雅兴。要不你给大家再表演一下，让我们也乐呵乐呵，如何？武术是杀人技，你想让我表演，你就得做好掉脑袋的准备。你行了，都别吵了。我知道陈先生打算如何保护我孙女。哼，没什么打算，首先把你这些手下都撤掉。难道陈先生是想设个圈套？不过，对方作为顶尖高手，是不会轻易上当的。不，我是嫌他们太碍事了。至于他们2位，勉强可以留下，毕竟一会儿还需要有人给对方收尸。小子，你找死！如我师徒2人，你敢不敢跟我生死一战？若是你师父出手，勉强能让我动一根手指。至于你，还不配。到底还是年轻人，只会耍嘴皮子。云老，老夫若是出手，你这个小辈怕是连我一掌都接不住。哼，像他这样嘴巴这么臭又没有实力的家伙，迟早会被人打死。还真是热闹啊！今日我灵豹登临云家，云家族长，你孙女的头是你割下来交给我，还是我亲自来取呢？西瑶，别怕，恶客上门，老朽就在此拜托3位了。云老，这个灵豹就交给我师徒2人吧，您可别指望某个只知道打嘴炮的废物。哼！战哥加油！是我出手，还是你自己动手自裁？张川是我门下首席大弟子，跟了我10来年，内劲已经入门，想来收拾这个灵豹不成问题。云老，烦请放心。哪来的废物？连我一招都接不住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样？蠢货！你懂什么？方才若不是我大意，此人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吴掌门，这无妨，刚刚只是我徒弟大意了，我出手定能轻松将此人拿下。我劝你还是不要找死的好。他方才才重伤你徒弟，连1成功力都没用到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宗师。什么？你说这人是化境宗师？怎么可能？想不到你倒有几分眼力。连张哥都不是此人的对手，你还敢上前找死？你还是乖乖躲在吴掌门身后比较好。此拳名为奔雷拳，若你能接得住我一拳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哼，找死！奔雷拳，术，金光咒。这人是傻了吗？为什么待在那儿不动？破！什么？什么？啊！不会吧？这就结束了？这个什么灵豹也太弱了吧！爷爷，你这3000万花的太不值了。就他这种货色，估计连我也打不过。这不是他太弱了，是我太强了。吴掌门，这依我看，这灵豹不过就是个普通人，不然也不可能让人一指就戳倒了。若是一个普通人，怎么敢只身前来暗杀云家千金？云老，你应该知道，凡是习武之人，强者能轻易看穿弱者的境界。老夫一身实力已真至内境巅峰，连老夫都丝毫看不透这灵豹的境界。要么他是一个普通人，要么他的实力远在我之上。不过云老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要不说你师徒2人是废物，
我先前便说过，此人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宗师。你说他是宗师就是宗师，你当宗师都是大白菜吗？小子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把那3000万还给云老。这云老，难道你要毁约吗？陈先生，你说笑了。无论这个人的实力如何，既然是你解决了此人，这3000万理应归你。哎，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张儿，我们走。我云家也不缺这点钱，这3000万就当是肉包子打狗了。小黎，哥，今天是韩阿姨的生日，先前你得罪了江学姐，她让你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，看看能不能缓和一下你俩的关系。这人还真是没有礼貌，不打声招呼就走了。爷爷，以后离这种人远点儿，他就是单纯骗钱的，大不了以后不接触就是了。我云家不差钱。云老，禀告云老，这林豹的身份查到了，他来自海外洪门，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宗师，死在他手上的武者超过100人。什么？那他岂不是一指杀宗师？哎，把法器拍卖会最后一个名额给陈先生送去。可是，这珍宝会最后一个名额已经被海东龙头韩傲预定了。能一指杀宗师的存在，海东龙头，呵呵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天启哥，妈，这是我朋友江北陈家的公子陈天启。韩阿姨您好。哦，江雪，你和北冥之间进展怎么样了？韩姨，北冥，你来了。过来，坐妈身边。上一世韩阿姨一直对我挺不错的。谁让你来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韩阿姨，您大概还不知道，江雪已经和这个废物退婚了。什么？退婚？谁让你私自做主的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两家是世交？陈家以前对我们有恩。以前是以前，这家伙是什么德行？平日里就知道扮哭装富，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北冥只是爱玩了点，我相信只要你们结了婚，他一定会改的。你非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陈北冥，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你们陈家的恩情，我们韩家这些年早还尽了。如果你非要携恩图报让我嫁给你，那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在做梦。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给韩阿姨贺寿的。韩阿姨，生日快乐！好，贺寿，第一次见有人贺寿是空手上门的，瞧着点。阿姨，我知道您是开化妆品公司的，这是我从国内医药世家重金收购的古代养颜丹。什么？古代的养颜丹？韩阿姨，你不知道，陈少为了拿下这枚养颜丹，可是花了足足500万呢。阿姨，这你难道还看不出陈少对江雪的一片心意吗？这医药世家的人说了，这枚丹药服下去，起码能让人变年轻几岁。他是不是还说了，药效因人而异，有的人服下可能没有效果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别扫兴，妈，不如现在就服下这颗丹药试试。这颗丹药太珍贵了，吃下它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公司现在研发新产品陷入了瓶颈，我想更应该把这枚养颜丹交给公司的研发部。这颗丹药已经没有研究的价值了，你吃下去不仅半点效果没有，还可能会拉肚子。你是来存心捣乱的？
陈北明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北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连一颗品级都没有的养颜丹，在没有法器保存的情况下，药效早就流失了。你过期几百年的东西，阿姨，你说吃了会不会拉肚子？伯母，别听他胡说，他一个穷小子，懂个屁的丹药。他呀，就是见不得陈少送您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所以想哗众取宠抹黑陈少。陈北民，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挑拨我和陈少的关系，我想你的算盘打错了，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好歹我也是一名丹王，还不屑用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丹药撒谎。陈北民，你不要忘了，蒋老板之前之所以放过你，完全是陈少父亲的面子。你不仅不知道感恩，还污蔑陈少送的礼物是假的。哦，哼，某些人还真是下头，自己舔着个脸跑到这里白吃白喝不说，还见不得别人好。韩阿姨，我建议您把这人赶出去。韩阿姨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驻颜丹？驻颜丹，这不是神话中的东西吗？传说只要服下一枚驻颜丹，便能青春永驻。世上恐怕没有哪个女人能抵住这种诱惑。这样的灵丹妙药世界上真的存在吗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，驻颜丹不过是一枚黄级下品丹药而已。切，说的天花乱坠，跟真的似的。难道你有吗？这种神物，是他一个成天扮富二代的下头男能拿出来的？韩阿姨，给我一支笔。给。驻颜丹我没有，但是我有丹方，这张丹方无价。真有那东西？北明，这真是驻颜丹的丹方？千真万确。你随便扯一张破纸，写几个破字，就说这是驻颜丹的丹方，你觉得我们会信吗？韩阿姨，您不要被这家伙给骗了。这张丹方要是真的，他之前又何必装富二代呢？没错，一出手就是一张无价的丹方，以为自己是华国首富吗？陈北民，现在你就给我滚出去！韩家不欢迎你这样满嘴跑火车的骗子。等等，妈，你不会相信这张丹方是真的吧？黄龙尾、九女春、剑脊蛇，这几味药材在古代才会这么叫，只有在医术上具有极高造诣的人才会知道这些是什么。北明，我问你，这张丹方你是哪儿来的？这让我怎么解释呢？这丹方是我从古玩市场淘来的。不用想了，这丹方肯定是假的。你？哼，爸。韩叔，今天你过生日，我特地从晋西赶来的。你，这人就是韩家雪的爸爸，听说失踪了好几年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回来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回来了。老韩，你说北明的丹方是假的？又是一个武者。不过这个老头实力比那个灵豹差的不只是一星半点。你们是普通人，还接触不到那个圈子。驻颜丹的丹方早就失传了，就算是有，其所需要的药材应该也早就灭绝了。什么？哼，陈伟明，你应该知道你与江雪的婚事是我亲自定下的。不过现在看来，
我当初做了个错误的决定。是吗？为了跻身上流社会的圈子，不惜花光家里的积蓄，假装富二代。现在又拿一张假单方，想骗取江雪母亲的欢心。小子，你可真够差劲的。老韩，北明他只是……别说话，女儿的婚事我自有安排。韩叔叔，以前我确实做的有些过分，不过我已经放在以前，如果你能知错就改，韩家或许还能接纳你。不过现在不同了。江雪的爸爸怎么看上去那么眼熟？他是奥爷。奥爷？什么奥爷？海东龙头韩奥，一统整个海东的大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海东韩奥，你这辈子都配不上我的女儿。啊，妈，爸这是同意我和陈北明退婚了是吗？哼，可惜了这孩子啊，北明，你韩叔叔他只是关心女儿。韩姨，行了，陈北明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做个富二代吗？我韩傲不是个小气的人，退了婚，我会给你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你那点钱我还看不上，毕竟我送给韩阿姨的那一张单方已经是无价之宝。你寿礼我已经送到了，既然这里不欢迎我，我就告辞了。北明，哎，这孩子还是那么要强。哼，算这小子还有点自知之明。江雪，你这帮朋友里也就这个陈天启勉强看得过去。谢谢韩叔叔夸奖。韩叔叔，那我跟江雪……你还差得远。江雪，以后离你那帮狐朋狗友们远一点。记住，你现在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，你可是我海东韩傲的女儿。老韩，北明这个孩子也不容易，他爸死得早，看在他陈家对我们有恩的份上，再给北明一次机会吧。妈，何人阻拦？我们老板找你。老板？小子，又见面了。有事？若不是你韩阿姨为你求情，我也不会特地赶来给你这个机会。机会？顾老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，决定收你为徒。跪下吧，年轻人。年轻人还愣着干嘛？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做我的徒弟？哼，让我拜他为师，给他下跪？以他的命，受得起吗？小子，蠢货，我看得出来你是那种极度要强、内心高傲的家伙。这样的性格，无论走到哪儿都会举步维艰。你说我怎么可能放心把女儿嫁给你这样的人？唉，韩先生，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。先前我不想与你女儿退婚，是为了不让我妈伤心。这小子还挺孝顺。不过你说的没错，我这个人确实高傲至极，因为我有看不上一切的本钱。我实在想不出你到底有什么能耐，让你自负到能说出这样的话。因为实力，世间万物在我面前，皆能一力破之。实力？哼，我看是无知还差不多。陈北明，这个世界之大，远超出你的想象。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被称为古武者。顾老便是古武者的传人，武道实力惊天动地，便是100个你绑在一起，也不是顾老的对手。看好了，年轻人，看在奥爷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计较你先前的冒犯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哦3年内，如果你能在顾老的教导下成为一名内劲武者，
我或许会重新考虑一下你和江雪之间的婚事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也有资格教我吗？什么？二爷，这个年轻人竟如此不识抬举，让我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找死的话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吴老，下手轻点，毕竟他也是我的后辈。二爷放心，我有分寸，顶多让他在床上躺个10天半个月罢了。哼，小子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挑衅天尊之威，就算我拆了你这把老骨头，你也是罪有应得。太狂妄了！陈先生，江北云家的千金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找二爷你的？听说最近有一名宗师死在了云家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宗师？陈先生，终于找到您了，先前多有冒犯，为了表示云家的歉意，请您收下这张法籍拍卖会邀请函。今晚若是陈先生有看中的拍品，云家会为您拍下。哦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场拍卖会被湘江的一位风水大师拍走了一件拍品，很可能是一位古代修士的法器。陈先生，难道你还不愿意原谅我？云家的歉意我收下了。云小姐你好，我是古武世家。真的吗？真是太好了，我立刻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。先告辞了。这前居后宫，有意思。原来你早已攀附上了江北云家的千金，怪不得这么嚣张。但是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，依托他人，终究是无根之凭，迟早会有被抛弃的那一天。小子，二爷已经很久没有动过提拔的念头了。你知道你今天失去了什么吗？二爷不仅是海东的龙头大佬，他更是古武世家的代言人。我年轻时要是有这份机遇，如今说不定能一窥宗师之境。算了，与你说这些你也不懂。宗师在我眼里不过是蝼蚁罢，迟早整个世界都会被我踩在脚下。疯子，真是疯子！我刚才居然想和一个疯子动手。走了，免得被传染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人不少吗？陈北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你一条狗都能来，我却不能来？哼，你这种废物能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端拍卖会？所有参会者不仅身家要超过5000万，还要拿到云家发出的邀请函。陈北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以我之间云泥之别，你怎么还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不放？你自作多情了，我来这是为了参加拍卖会的。哼，少在那儿狡辩了。参加拍卖会，你有邀请函吗？哼，不好意思，邀请函忘带了。是忘带还是没有？不过是云家人亲自邀请我来的，他们估计也没那个胆子为难我。哼，看你能装多久。你干什么？大家快来看啊！这里有个没有邀请函混进会场的假富二代，还对我闺蜜图谋不轨。江北云家怎么会让这种人混进来？你找死！难道你要打女人吗？别惹我！够了，怎么？我闺蜜难道说的不对吗？陈北明，我不知道你之前是从什么地方得知我爸的身份，所以舔着脸对我死缠烂打。哼，你爸是谁？与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爸是海东龙头韩傲，我现在是海东龙头之女，我们之间的差距是一道你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鸿沟。我若能与韩江雪结合，便是海东龙头的女婿，凭此足以在家族更进一步。我一定要把他弄到手。
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海东龙头韩傲的女儿啊！生得如此貌美如花，当真是天之娇女呀！怪不得这个小子如此死缠烂打。谁要是娶了韩大佬的女儿，不就等于拥有了海东的半壁江山吗？就是。那小子穿的一身地摊货，连我家员工都不如。这种圈子外的人也敢来我们上流酒会泡美女，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吧！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也听到了他们对你的评价，如果你不想自取其辱，现在滚出去还来得及。走？他往哪里走？江雪，你就是先前对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，才会让他蹬鼻子上脸，对你纠缠不休。作为你的闺蜜，我可不会惯着他。来人！这位小姐有何吩咐？李主管，此人假扮富二代混入会场，有这等事？还对海东龙头韩傲之女图谋不轨。海东龙头之女？所以我建议将这个心术不正的家伙拿下，严刑拷打。严刑拷打啊？这，我是你们家小姐亲自请来的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啊，她是不是云家小姐邀请进来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此人之前一直假扮富二代，混迹于江北各种上流酒会，目的便是为了攀附权贵。真不要脸！是啊，这种人，哼，还有这回事儿？诸位都是江北有头有脸的人，和一个下等人搅和在一起，传出去像什么话吗？李主管，这件事传出去，想必云家的面子也不好看吧？行了，陈北明，想必你已经见识到了，你和我压根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，你再这样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，只会越发像一个惹人耻笑的小丑。滚吧！哼，可笑。韩小姐心地还真是善良，若换成是云家的千金，此人怕是早被打得半身不遂，被扔出去了。少在这嚼云小姐的舌根，让云小姐听到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江雪不和你计较，算你走运，赶紧滚吧。这位先生，怎么？该滚的人是你们才对。啊！大小姐，在我的地盘赶我的人走，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吧？哼，你是谁？凭什么帮这个废物说话？哼！你敢打我？哼！陈先生，很抱歉，我来迟了，让这帮不长眼的苍蝇惊扰到你了。啊！不管你是谁，敢打我就要付出代价。你知不知道我身边站着的这位可是海东龙头的千金，而我是她的闺蜜。啊，闺蜜？你不说，我还以为你就是海东龙头千金本人呢。李主管，告诉他们我是谁。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？我这么做，陈先生不会生我气吧？怎么可能？陈北明这个废物怎么会认识云家千金？李主管，把方才得罪陈曦上的人都给我赶出去。是，云大小姐，你是不是被陈北明这个废物给骗了？再敢对陈先生不敬，你的家族必将迎来灭顶之灾。可恨！云大小姐你好，我叫韩江雪，是海东龙头之女。这些人是我的朋友，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？前几天便传出海东龙头韩傲在江北有个私生女，原来是你啊！不过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问我要面子？这话你父亲来说还差不多。你什么你？这才成为凤凰没几天，就忘了自己曾是只野鸡了？带着你这帮奴才滚！陈北明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底气。江北云家的千金，难怪如此有恃无恐。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得到了云大小姐的信任，不过谎言迟早都会有被戳破的那一天。我们走。
陈先生，解气了吗？这件事，您千万不要介意。一群跳梁小丑罢了，本就不在意，又何谈介意一说？鉴宝大会就要开始了，陈先生，我们进去吧。陈先生，请。想不到陈北明这个废物，竟然靠上了江北云家的大小姐。我相信云大小姐迟早会识破陈北明的真面目，到时候陈北明这个人渣一定会被扫地出门。什么云家千金，我看就是一个女魔头。江雪，以你今时今日的地位，迟早能超过那个女魔头。到时候你可要替我还这一巴掌之耻。我爸只是新晋的海东龙头，而云家已经是稳坐江北龙头几十年的庞然大物，就算是我爸也不敢轻易招惹云家。江雪，爸，你来了。韩叔，江雪，怎么站在外面不进去？哼，还不都怪陈北明那个家伙。哦，他不知怎么傍上了云家大小姐，让人把我们给赶出去了。有这种事？没错，一定是江雪退婚于他，所以他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。切，真是小人得志。哼。陈北明这小子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内心不旺。若不是你们招惹他，他又怎会将你赶出去？不过敢将我韩傲的女儿扫地出门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跟我来。啊！自从傲爷成为海东龙头之后，已经很少见到傲爷这么发怒了。那小子要倒霉了。这次拍卖会可真热闹，江北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。欢迎各位来参加本次鉴宝大会。我们的第一件藏品是一颗来自南非土著部落的森林之心宝石。据说长期佩戴此宝石可以让人延年益寿。师傅，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，我拍下来送给您。传儿有心了。我出价1000万，1000万一次，1000万第二次，1000万第三次，蠢货，成交。陈先生，这次法器拍卖会虽是我云家举办，可是拍品大多出自各个龙头世家，各家族背后都有着鼓舞世家的影子，所以拍品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奇特的作用。不过都是一些普通的宝物罢了。看来这次的拍卖会要让我失望了。下面这件拍品是一枚明清时期风水师的罗盘，为了得到这块罗盘，盗斗之人损失惨重。这块罗盘还有点意思，拍下它。海东龙头出价3000万。哇，大手笔啊！爸，为何他们没有和你抢？哼，和我抢，他们敢吗？陈先生可有入眼的宝物？云家承诺过，凡是你看中的宝物，无论价值几何，云家都会替您拍下。没兴趣。云大小姐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不要被这家伙骗了。他不过是想要你的钱而已，说不定还贪图你的身子。哼，我乐意，你管我？不必争辩，这些所谓的宝物都是些徒有其表的东西，根本不是他们说的什么法器，故弄玄虚罢了。你似乎看不上各位大佬的收藏啊。上面的牌品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法器，你懂什么是法器吗？你说我堂堂北冥天尊不懂法器？你说什么胡话？真正的法器是飞剑、法宝这种传说之物，可以呼风唤雨，驾驭雷霆，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威能，而不是你们刚刚拍下的垃圾。陈先生，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吗？上古有仙人可以飞天遁地，
排山倒海，法器之威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说的这些都是神话传说罢了。哼，当小说看看也就行了，真要当真，莫非你是脑子进水了？爸，你不知道，这陈北明脑子本来就有问题，要不然也不会为了摆破装富二代，把他妈养老钱都掏空了。这废物小子竟然还有这样的过往！云娜小姐，你这次可真看走眼喽！走不走眼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评价。在我眼里，陈先生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。想不到在外面号称女魔头的云家千金，竟然是个恋爱脑。也不知道陈北明这个家伙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。哼，说是你们知道陈先生一指杀宗师，恐怕一个个会惊得下巴都掉下来。诸位，在等待压轴的神秘拍品上来之前，还有一个小环节，一件由形意拳吴掌门提供的不知名的古董花瓶，起拍价格1块钱。这是我从乡下收上来的小玩意儿，觉得有些特殊，便拿上来让大家瞧瞧，全当是给大家助助兴了。什么？想不到上一世被人捡漏的法器，竟然出自这个家伙之手。这怎么看，也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花瓶罢了，有什么资格放在这样的场合拍卖？吴掌门，你该不会是拿这东西打趣大家的吧？不是说会有法器拍卖的吗？赶紧拿出来给大家长长眼啊！这个花瓶我要了。什么？100万。一个破花瓶还真有人拍呀。陈先生，您确定要这个花瓶吗？只要是您看上的拍品，不管多少钱，云家也会帮你买下。可把这机会用在一个破瓶子上，未免太浪费了吧？何不把这次机会用在压轴的拍品上？无妨，这个瓶子我喜欢罢了。哼，先前还说台上的珍贵拍品都是垃圾，现在要把钱花在一个破瓶子上。陈北明，你不会以为这个破瓶子是什么狗屁法器吧？你给我闭嘴！啊！我巴不得他把这破瓶子拍下呢。500万，我韩傲要了。你确定要和我争？有钱难买我喜欢，这瓶子我看上了不行吗？况且我海东龙头和你争，是给你面子。爸，要不算了吧，500万拍个瓶子不值得。这小子先前让云家把你赶出去，爸帮你出这口气。哼，600万，1000万。多谢韩龙头台。1200万，你再加的话，这瓶子我就不要了。爸，为了出口气不值得。既然女儿发话了，那爸爸听你的。1200万，第3次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拍下这件不知名花瓶。韩龙头好手段，短短几句话就让这个傻小子多掏了1000万。反正这钱是云家掏的，他当然不心疼。云娜小姐，我早就说了，这人不靠谱，拿着你云家的钱买了个破花瓶。花多少钱无所谓，陈先生喜欢就好。这花瓶归我了吧？请。哪里来的傻小子，连韩龙头给他下套都看不出来吗？陈北明，感谢你给我师傅送钱，回头我一定摆酒请你吃一桌好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连真正的法器都看不出来。这就是我师傅从乡下几百块收的破瓶子，他要是法器，我当场把它吃了。这花瓶当然不是法器，花瓶里的东西才是。嘿，真有东西！
我说你们都是一群有眼无珠的家伙，有错吗？鼓掌们，感谢割爱至宝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写的没错的话，这好像是天师教第一任天师的法器——天师印。什么？有点眼力。年轻人，我出价1个亿，买走你手上的天师印。1个亿？什么样的宝物竟然值1个亿？不好意思，不卖。我居然与这样的至宝失之交臂！我竟然把价值1个亿的至宝1000万卖了出去。若真是天师教第一任天师的法器，又何止1亿呀？不愧是陈先生，果然好眼力。先前是西瑶小看您了。一个黄阶下品的法器，也勉强算入流了吧？什么狗屁天师的法器？与我们樱花国的法器相比，你们华国的天师印不过是一个垃圾而已。你是什么人，敢如此大言不惭？我是来自大樱花国的宫本武藏，樱花国似乎来头不小。陈先生，此人1星期之前找到我爷爷，说是有一宝物要委托我云家拍卖，所以才有了这场拍卖会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此人来者不善。无妨，管他什么来头，我当一剑破之。天师教早就灭绝了，没有了对应的法门，这枚天师印在你等手中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垃圾。小伙子，你这枚天师印10万块，我要。我敢给，不过你有这命拿吗？听你这么说，你有更好的东西了。这位先生就是我们压轴拍品的提供者，来自樱花国的大阴阳师宫本先生。阴阳师？想不到当今樱花国还有大阴阳师存在。陆爷爷，什么是大阴阳师？阴阳师一脉相当于我们华国的天师教，不过我华国的天师教早已经绝脉了。今天就让你们这帮井底之蛙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器。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面具。哇，会发光的！这竟然是自带异象的法器！绝品法器，这一定是绝品法器啊！此宝名为波折假面，化境高手一旦动用这件法器，宗师也可敌。哇，不对劲，这人身上竟然有微末的法力存在，看来地球上确实有过修仙传承。哼，不过这人的传承似乎一点都不正宗。的确是好宝贝。师傅，若是你得到这件法器，那岂不是放眼华国都没几个人是你的对手？通知宗门，变卖宗门资产，一定要拿下。是。想不到江北云家举办的拍卖会上，竟然有稀世珍宝出现。真是不虚此行啊！不劳，立即调集资金，无论如何必须将此宝拿下。是。陈伟明，这可不是你能捡漏的了。且看一出好戏。哎呀，我再说一遍吗？全部的流动资金，听懂没？韩龙头，这件法器我志在必得，你就不要和我抢了。大家各凭本事，不到最后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诸位，既然已经见识到我这法器的能耐，是不是该出价了？宝物有能者居之，诸位龙头都是普通人，还是不要和吴某抢了。我出5个亿。师傅，你疯了！5个亿
可是我们武馆的全部资产了。你懂什么？你知道华国多少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极品法器了吗？若是让坐镇京城的那几个宗师，或者是那些古武世家知道，为了抢这件法器，整个江北都会被打得天翻地覆。啊！哼哼，吴掌门，5个亿也想拿下这件绝品法器，你也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？你想和我争？我出8个亿，在座的各位，谁也别想和我争。言之过早了。一帮蠢货。吴老，我们能调动的资金有多少？现在我们能调动的资金有10个亿，不过这已经是极限了。全部砸下去。这个好，海东龙头韩傲出价10个亿。疯了疯了，全都疯了！我要马上通知爷爷。不用通知你爷爷了。啊？这个般若假面是假的，连法器都算不上，而且是个协议之物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居然说我的极品法器上不了台面！年轻人，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出来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大樱花国阴阳师的厉害。陈北明，你既然自己找死，那也就别怪我见死不救了。陈北明，你凭什么空口白牙说人家的宝物是假的？年轻人，我们或多或少都和古武世家打过交道，什么是真正的宝物，我们还是认得出的。哼，年轻人，别以为自己刚刚捡了个漏，真把自己当大师。在座的都是龙头老大，会眼拙到为了一个假法器争得头破血流吗？你说的没错，你们一个个，确实有眼无珠。陈先生，程北明，不要以为有云家罩着你就可以如此嚣张跋扈，得罪我等的代价，你承受得起吗？哎，陈先生，你要是同时得罪这么多龙头，即便是我云家也难以招架得住啊。一群凡夫俗子，得罪了又怎么样？好大的口气！既然你说我这法器是假的，那你便上来露一手，指出我这法器有何问题。若是你指不出来，你手中的天师印就归我了。你可敢赌？哦，你敢吗？你确定要让我鉴定这法器的真假？你这毛头小子，恐怕连什么是法器都不知道吧？我就不信这小子能看出我这法器的真假。看好了，待会儿就要你跪下，变！不自量力的家伙，让我给你点颜色看看！急！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嚯！啊！恕此尔敢！你竟然敢毁我法器！不是你让我看一眼，谁知道你这法器看一眼就碎了？可能是质量太差了。怎么可能？被各大龙头轰散的绝世法器，真的看一眼就碎了？宫本先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法器还能用吗？能用个锤子，都碎成那样了，你觉得还能用吗？老爷，难道那件法器真像陈北明说的那样有问题？我们错怪他了。这不明摆着吗？这位宫本先生明显是给你们这帮龙头大佬下了套，摆明想坑你们一笔。岂有此理！竟然敢戏耍我等！宫本先生，这里可是华国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小子，你敢拆老夫的台？怎么，你还敢和我动手吗？陈北明，你这样做真的不怕被人打死吗？我怎么觉得陈先生倒像在逼台上那人出手一样？小子，
你竟然敢坏我的好事，当真是找死！你不是说那个不算法器？那看看这个呢？就怕代价你承受不起。今日之后，在座的各位龙头老大，都将是我的傀儡。织田参见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待会儿我会让我的式神将你们挨个控制。原来这才是他让爷爷举办拍卖会的目的。原本以为樱花国的式神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看见了。爸，这是什么怪物？好吓人！这是那位樱花国的大阴阳师召唤出来的式神，每一个式神都有入道级的实力。什么是入道级？比宗师还强吗？入道级不是宗师，胜似宗师。天师教的每一任天师都是入道级强者。上个世纪，樱花国10大阴阳师带着他们的式神大举入侵华国，天师教的天师们死守国门，将入侵者斩杀殆尽。不过天师教也就此灭绝了。可是如今天师不出，谁来抵挡这位可怕的式神？没你说的那么玄乎，不过是一道低级到不能再低级的召唤术罢了。哼，一定是障眼法，魑魅魍魉，也敢在我吴家形意拳面前放肆！哼，杀！好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哼，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！顾老，你带着江雪快跑！好。爸，跑？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小姐到身后，来吧！救我！宫本大师，放开我女儿！你要什么尽管提。我要什么？我要你们全部！我要把你们所有人都练成傀儡。从今天之后，你们所有人背后的势力都要为我所掌控。想得到，挺美。傀儡术，复！动不了了。什么？该死！难道我堂堂一世之龙头，日后要成为他人掌中的傀儡吗？等等，为什么陈北明那小子没事？这小子毁我法器，坏我好事，又无权无势，自然是当场杀掉最好。小子，你是自己动手，还是让我的式神把你撕成碎片？不过是学了一道垃圾的召唤术，所以召唤出来的垃圾罢了。也想撕碎我？竟然敢说我大樱花国的式神是垃圾！小子，今天我定然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式神杀！陈先生，快躲开，他会杀了你的！今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召唤术。硬来！这是神仙吗？四方天雷，听我敕令！应雷兽！天哪！好猛！天师道的雷法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陈北明是当代天师？天师在我眼里又算得了什么？绝无可能！天师道的传承早就灭绝了。陈先生，那东西它起来了。难道连天师道的雷法都拿这式神没有办法吗？这式神也太强大了吧！本来以为能逃过一劫，
现在看来应该是无力回天了。难道我华国的道法真的不如这樱花国吗？什么狗屁天师道的雷法，我照样拿我大樱花国的式神没有办法。要我说，你们华国无论是武功还是法术都是垃圾，你们华国人也是一群垃圾。式神，给我动手杀了他！哼，你笑什么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，不过是从我们老祖宗那里偷学来的一点旁门左道罢了。你还分不清谁是爷爷谁是孙子？给我跪下！哼哼，你这人难道还认不清局势吗？你的天雷不过是给我的式神挠痒痒罢了。我看该跪下的人是你才对。我说的不是你，而是他。什么？主人！混蛋！你做了什么？我大樱花国最伟大的式神怎么会朝你下跪？主人，请吩咐。因为他现在就是我的狗，当然应该听我这个主人的话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先生，我可以摸摸它吗？你随便摸。狗狗真乖。你们竟敢侮辱尊贵的式神，说我大樱花国的式神是狗！现在你的式神已经被我破了，全身法力尽失，在座随便一位武者都能轻易杀你。你现在还敢嚣张吗？可恶！你竟敢破坏大樱花国伟大天王陛下吞并华国的计划！我们天王陛下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哼，弹丸之地也敢做出吞龙之举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有朝一日，我必将踏上你之国土，荡平樱花国的一切。啊！好欺负！口气真是比天大。难道你要一人敌一国吗？待我金丹大道铸成之日，又有何不可？陈先生好霸气！陈先生，这人接下来我要怎么处理？你想做什么？乖乖引颈就戮吧。去！遵命，主人。散！陈天师威武，多谢陈先生斩杀樱花国阴阳师，扬我华国荣威。不过是杀了一个会点旁门左道的阴阳师罢了，不足挂齿。而且我不是天师。啊，不是天师？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是他手中的天师印。刚刚一定是天师教祖师看不惯这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阴阳师，在我华国地盘放肆，所以才显灵诛杀这恶人。我师父说的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除非他从娘胎里开始修炼，不然他怎么可能破得了这位大阴阳师的式神？有道理。江雪，你对陈北明最了解，你认为呢？哼，我敢肯定，陈北明根本不会什么武功，更别说召唤出这种类似仙人手段的天雷了。我对他知根知底，他从小就是一名混混，后来为了混入一帮富二代的圈子，不惜装阔扮富，还因此掏空了他的家底。他要是一名绝世高手，他妹妹还用得着辍学为他打工还债吗？哼，陈北明，你不需要解释一下吗？哼，解释？我堂堂北冥仙尊，还要向你们一帮凡夫俗子解释吗？云小姐，既然我已经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了，我就告辞了。陈先生留步。虽然你刚刚救了我们，我们很感激你。不过，这天师印的威力，大家也见识到了。如此重宝放在你一个普通人的身上，万一丢了怎么办？嗯，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？
王龙头所言极是，宝物有能者居之。陈北明，识相的话，乖乖把天师印交出来吧。陈北明，把天师印交出来！你把握不住的。你们也是这么觉得吗？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，这个天师印这么厉害，放在你手中只会让宝物蒙尘。哼，韩叔叔，你认为呢？作为你的长辈，我当然不会觊觎你一个后辈的宝物。不过这天师印是一个烫手山芋，我劝你还是交出去，以免白白丢了性命。你的选择是正确的，恭喜韩叔叔捡了一条命。哼，不知死活！你这年轻人真是不知好歹，韩龙头这是在救你的性命。听你的意思，你不仅不想交出宝物，还想对我等一众龙头大佬大开杀戒。哼，可笑至极。不错，天师印就在我手中，不要命的话，尽管来拿。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！陈先生刚刚救过你们的命，你们就这样报答陈先生吗？我们已经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知道珍惜。打不过樱花国的阴阳师，我还打不过你一个小瘪三吗？谁敢动陈先生，就是与我云家为敌。云老啊，他来了。部长们，刚刚发生的事儿，我孙女都和我说了。陈先生，我将被云家保了，谁敢动陈先生，便是与我江北云家为敌。云老你，我江北云家安居江北上百年，诸位确定要在江北和我云家开战吗？说的好听，不过是想独吞至宝而已。哦，1200万就拿下一件至宝，云家真是好算计。宝物是陈先生的，和我云家没有半点关系。唉，陈北民，你不过是云家的一颗棋子而已，为了云家得罪一众大佬，值得吗？蠢货！你好自为之吧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韩阿姨会伤心的。哼，年轻人，我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，来日方长，好自为之吧。陈先生，从今往后，云家便为陈先生马首是瞻。你这是为何？他们都以为陈先生是靠法宝打败了樱花国的高手，但我知道，能一指杀宗师的陈先生，又何须依靠法宝？那道天雷必然是陈先生的手段。陈先生在老夫心中已与神仙无异。你倒是聪明，有个势力处理麻烦是不错。云家我收下了，多谢陈先生。你过来。是，陈先生是要别动。啊！陈先生，七瑶，别过来！哎，这是我。爷爷，你怎么样了？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七瑶，爷爷现在是宗师了。什么？宗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云家上一次出现宗师还是50年前。啊，不对，难道是陈先生？多谢陈大师传道。不过是醍醐灌顶的小手段罢了。只要云家替我好好做事，未来即便是宗师之上，你也未尝不可一窥。陈大师说的是真的。宗师之上？你云家的权势和财富，于我而言，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。我还没这个闲工夫骗你一介凡人。
真乃神人也。宗师之上，便是那虚无缥缈的神境。想不到陈大师的手段，竟然已经恐怖到这种地步。纪瑶啊，日后你与陈大师一定要多亲近亲近。爷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陈先生既看不上我云家的权势，也看不上云家的财力。你说，他看上了云家的什么？爷爷，你说我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别忘了，陈先生一开始是为了救你，才和云家搭上的关系。为了我吗？哥，咖啡。你到底有几分坚持？怎么又穿成这样？这不是家里还欠着外面的债吗？再说穿成这样怎么了？我还挺喜欢的。我不是给了你1000万吗？今天你就把这份工作辞了，以后哥养着你。那是云家的钱，我不敢花，万一他们来要。小黎，你尽管花，这钱是哥凭本事挣的，而且他们也没这个胆子来要。哥现在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身上多出了一股说不上来的气质。喂，我点的咖啡呢？来了。以前给妹妹留下的印象太差了，在她心底不应该还是个人渣吗？不过哥迟早会让你改观的。陆少爷，这是你点的东西，请慢用。哎，等一下。哦。等。送给你。你这是？小黎，嫁给我好吗？快看，有人求婚呢！多漂亮的小姑娘呀，真是可惜了，摊上路虎这个花花公子。花花公子？哥，抱歉，我们不合适，多谢你的喜欢。我可是陆氏地产的继承人，我从来没有对一个女的这么费心过。我来这里多少次了，你一次没给我好脸色看过。你们老板在我面前都得点头哈腰，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？哼，哥，你别管。陆少爷，你只是我的顾客而已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，又怎来合适不合适一说？不就是要钱吗？装什么清高？我查过你，你家住在城南的城中村，家境贫寒，家里只有你老妈一个劳动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废物哥哥，喜欢冒充有钱人。如果你跟了我，我保证你们家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现在不缺钱。不识抬举！你干什么？非得让你求？老板，给我滚出来！陆少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你们店里这个女的是怎么办事的？哦，都看看，水都泼到我衣服上了。你有这种事？小黎，还不赶紧给陆少爷道歉？道歉多没诚意了，我要他给我亲手擦干净。抱歉，陆少，实在抱歉。你怎么做事的？没长眼吗？连陆少爷都敢泼？我没有，是他自己。你给我闭嘴！陆少爷说是你泼的，就是你泼的。你马上给陆少爷道歉，然后给他擦干净。不是我的错，我不会给他擦的。陆少，这……老板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这里可是蒋爷罩着的地段。信不信我一个电话给蒋爷打过去，你们店就得关门。陆少爷息怒，陆少爷息怒啊！陈离，我命令你立刻给陆少爷道歉，
并帮他擦干净，否则你立马滚蛋！这个月的工资1分也别想拿！老板，我知道你家里缺钱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让你装清高，给脸不要脸，擦吧，记得用你的小手，温温柔柔的擦。流氓，休想！老板，我不干了。什么？反了天了！哥，哎呦！啊，你是谁？想当出头鸟，学人家英雄救美，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资格？哦，是吗？你是什么人？哼，我是谁？我是他哥，想泡我妹，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资格。去！会长，你是不是不怕死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陆氏地产的继承人陆虎，想弄死你，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。原来你就是陈离那个成天装阔的废物哥哥，阔少装习惯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富二代了。更何况富二代之间也有差距，陆少爷可是阔少中的阔少，你一个出身寒门的小瘪三，惹得起吗？哥，我们惹不起他们。哼，我能够看上你妹妹，是你妹妹天大的荣幸。她一个贫民窟出身的丫头，下等人，能被我垂怜，应该高兴的感激涕零才对。放手！我告诉你，无论我陈家以前有多么贫寒，我们出身有多么低贱，现在有我在，我陈家就是这个江北乃至华国最大的豪门。我陈北明的妹妹，就是整个华国的公主。哥，就不要和这种垃圾计较了，我们快走吧。看在我妹妹的份上，今天我就饶你一条狗命。你给我站住！我说让你们走了吗？打了我陆虎还想安然无恙的离开？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吗？来人，给我废了他！是。嘿，哥，没事的，你先到我身后。哥，你小心点。哼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再给我动一个试试看。陆虎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还法治社会？法治社会你见过这东西吗？老子告诉你，在这个社会，有钱有势就是法。哥哥怎么办？他们有枪。我劝你最好不要用这东西指着我，因为待会儿一不小心，可能会走火打到你。哼，老大，你说这人是不是傻子？这枪指着他，为什么会打到我们？难道这子弹还会拐弯不成？废物！你不是宠妹吗？现在我不仅拿枪指着你，待会儿我还要拿枪指着他。我看你怎么让他走火。老大，你说的是哪把枪啊？是上面的那把，还是下面那把呀？你们无耻！不知死活，控魂术！啊！你疯了！一帮二五仔，拿枪指着我做什么？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老大，我也不想拿枪指着你啊，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的手不听我控制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是不是使了什么妖法？哥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好戏还在后头。我说过，
你或许掌握着权势，但是我掌握着你的生死。我可警告你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不能杀我。现在知道是法治社会了，刚刚可不是这么说呢。再说了，又不是我拿枪指着你，你的死活与我何干呢？鬼，有鬼！你们别过来！救命！怎么？谁在我的地盘闹事儿？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陆少，我一看情况不对劲，就立马给蒋爷打电话了。蒋爷，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你的手下怎么拿枪指着你？我也不知道这小子使了什么鬼把戏，一转眼，我这帮手下就拿枪指着我了。小子，没看到蒋爷来了吗？有种就把你的鬼把戏收了，让他们把枪放下。咱们今天就好好划个道了。哦，给你这个机会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你给老子跪下来唱征服。呵呵。啊，蒋爷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前几天惹到一个不该惹的人，让人给砍了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人物，竟然敢对您动手？连江北龙头都要给此人下跪，求此人办事儿。你说是什么样的大人物？哥，蒋爷的手不会是你弄断的吧？说说吧，他又是哪家公子哥啊？敢对你动手？哼，他是个屁的公子哥，他就是我店里一个打工妹的哥哥，一天到晚摆阔装富二代。蒋爷，这个小子打了我也就算了，关键他竟然胆大包天刀，在您的地盘闹事，分明是不把蒋爷你放在眼里。蒋爷，这方圆几里谁不知道是您的地盘啊？我看呐，他纯粹就是嫌自己命长来找死的。哦，那得好好会会。小子，我来这里半天了，你连身都不愿意起一下，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放在眼里？哦，你当真好大的胆子，打我就算了，现在还敢对蒋爷出言不逊，我看你待会儿怎么收场。哼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小子，蒋爷今天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。小子，算你运气好，今天我找算命先生看过了，算命先生说我今天不宜杀生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跪下，给蒋爷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大慈大悲饶你一命。哦，那算命的有没有告诉你，今日你有血光之灾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太狂妄了！我也给你一个机会，我数到3，你跪下求饶，我就免了你的血光之灾。蒋爷在这还敢这么嚣张，真是不知死字怎么写。蒋爷，弄死他！哼，这方圆几里都是我的场子，在这1亩3分地上，老子就是当之无愧的王。你是这片第一个敢和老子叫板的人。2，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。1，你，哎呀，疼，赶紧给老子松开，不然什么？你说呀！我说了，今日你必有血光之灾。你这家伙还不赶紧把蒋爷松开！信不信蒋爷今天把你脑袋开瓢？是吗？蒋爷，蒋爷，你没事吧？还愣着在那干嘛？没看到蒋爷被打了吗？蒋爷，还不快动手！这放肆，都不知道啊！蒋爷，这是见过陈先生。我是不是该称呼你一声蒋爷？不敢，
您才是真正的爷，您叫我小蒋就好了。蒋爷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人就是个无权无势的小瘪三而已。住嘴！老子这只手就是陈爷弄断的，老子怎么可能认错？你给我过来！蒋爷，谁让你打电话把老子叫过来的？老子今天出门前没看黄历。你方才说你要教我死字怎么写？记不记得我上次说过，你再得罪我，就不是断一只手这么简单的。陈爷饶命！我要是知道他们惹的人是您，给我800个胆子我也不敢呐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你们两个杀千刀的，还不赶紧给陈爷跪下！陈爷饶命！你们惹我吧，我懒得和你们一帮普通人计较，但是你们竟然敢欺负到我妹妹头上，活腻我了吗？哥，要不算了吧，饶他们一命吧。放心，这件事交给哥，把这2人的腿打断。另外，以后都把你们的眼睛给我擦亮了。她是我陈北明的妹妹，以后哪个不长眼的再敢得罪我妹妹，看好了，这就是下场。是，都给我睁大眼睛，仔细看清楚了。这位小姐，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龙虎会的姑奶奶。日后有谁不长眼，敢惹了咱们龙虎会的姑奶奶，老子第一个毙了他！见过姑奶奶。哼，就你了。帅哥，拼个桌不介意吧？这里空桌很多。哥哥，一个人喝酒呀？没人陪吗？柳燕南，上一世这个女人因为和未婚夫吵架，只是为了让未婚夫吃醋，便故意拿我做挡箭牌。之后，这个女人的未婚夫逼死了我全家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这一世，我已经有了颠覆一切的实力。帅哥，看我看得这么入神呢，要不要凑近点，仔细看呢？好啊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来了。哎呀，帅哥，我好像有点喝多了，你抱抱人家好不好？贱货，滚开！啊！你在这里？赵天齐，好久不见。你是谁？竟然敢调戏我赵天齐的女人！来人！是。上京赵家办事，都给我滚开！快走！天齐哥，这个男人找我搭讪，我不答应他，他竟然强行非礼我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是他自己主动靠过来勾引我。一身地摊货，你这样的穷鬼，我的女人会主动勾引你？连赵公子的女人都敢碰，找死不成？把这人杀了，然后去查一下这个人的家庭底细，我要诛他9族。是，公子。哼，真是好大的威风！这个女人为了让你吃醋，故意勾引我，而你就因为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，就要杀我，灭我9族。我不管到底是不是我女人勾引的你，但你碰到了楠楠的身子，你就必须得死。天齐哥，别听他瞎说。刚刚他强迫我的时候，屁股被他狠狠捏了一把，到现在还痛着，肯定都肿了。不信，晚上等我们回房了，你好好检查检查。等回去我就给你好好检查检查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小瘪三给处理了。给我上！住手！
希瑶见过陈先生。陈先生，发生了什么？这丫头什么来头？无妨，2只苍蝇罢了。这位美女，此人调戏了我的未婚妻，你确定要多管闲事吗？这是污蔑。哦，小丫头，我劝你离这个癞蛤蟆远一点。虽然你的容貌身材都不如我，但也有点姿色，小心他对你见色起意，图谋不轨。你是什么货色，也配让陈先生看上？臭丫头！哼！天启哥，他打哈我！你是谁？江北龙头的孙女，云溪瑶。原来只是一地龙头的孙女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上京第一家族赵家的长子赵天启。我上京赵家强者如云，便是连宗师级的强者都有不少。美女，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废物得罪我上京赵家吗？你们赵家有人可以一指杀宗师吗？你在说什么天方夜谭？我不相信这世间能有这等盖世人物。陈先生，赵家对您来说实力如何？土鸡瓦狗，狂妄！竟敢不把上京赵家放在眼里！这话若是传到上京赵家耳朵中，你便是有10条命也不够杀的。美女，对于这等口出狂言、胆大妄为之辈，我想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是，滚！你什么意思？不要以为自己是一地龙头的孙女，就敢不把我赵家放在眼里。我赵家只需要出动1/10的力量，便能踏平你云家。在上京，或许云家远远不如赵家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里是江北，是我云家的地盘。啊！强龙有岂可压地头蛇？你有种，我们走。哼，小子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云家救了你一命。你或许应该谢谢云姑娘，她若是不来，你此刻已经是一具尸体。你有种！这件事我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赵家也不会善罢甘休的，给我等着！你日后就知道，你今天这番话给赵家带来多大的隐患。他日赵家，我会亲自登门拜访。还不快滚！哼，走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陈先生，10年之期已到，3日之后，北省36市的龙头将举办龙头大比。龙头大比？说是龙头大比，其实就是一场擂台赛，最终获胜的人将会成为北省36市的总龙头。原本云家派出参战的人是吴家铁线拳吴掌门，可是他因为上次和您的过节，转投了别家，现在……哼，放心吧，3日之后我会去参加。快开始吧！怎么还不开始啊？陈先生，上面那把椅子便是为总龙头准备的，坐上那把椅子便代表着他是北省36市的总龙头。哦，怎么我离开云家后，云家连个像样的人都拿不出手了，竟然派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参加龙头大比？叛徒！也不知道王龙头给了你多少钱，就把你给收买了。师傅，我看云家已经彻底放弃了龙头大比，要不然也不会派一个废物出手。麻烦管好你徒弟的嘴，我怕我待会儿忍不住撕烂他。你坐下，逞口舌之勇算什么本事？有种等会台上见真章。师傅，我怕我待会儿一失手把他给打死了。想找死尽管来。陈北明，这种场合不是你该来的，看看热闹可以，若是真上场比试，你的命可就丢了。就不劳韩龙头费心了，有空多关心关心自己女儿吧。哼，真是不知死活。
各位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北省龙头大比试正式开始，请上擂台吧。苍南龙头代表太忙，请诸君赴死。这太忙是古太全传人，在东南亚成名已有10余年，人称八面佛。我答应了妹妹回家吃晚饭，速战速决吧。等等，10年才有一次的龙头大比，如此人前显圣的机会，怎么能让给他人呢？老夫第一个上。那就拜托吴掌门了。庆功宴已经摆下，王某预祝吴掌门大获全胜，痛饮庆功酒。老头，你打不过他的，这样上去，喝的就不是庆功酒，而是断头酒了。大胆！你是在咒我师父死吗？等这小子见识到我是如何虐杀台上这个家伙，到时候恐怕会吓得跪地求饶。年轻人，我可是内境大成的武者，是你自己动手自裁，还是我用吴家铁线拳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？哼，蠢货，废话真多。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什么？你也是内境大成的武者？内境武者？哎，吴掌门的铁线拳已经练得炉火纯青，在江北能胜过吴掌门的高手不过一指之数，竟然还不是此人的一合之敌。菜鸡互啄吧。你这个外行人懂什么？金鼓齐鸣，虎豹雷音。这个太忙竟然是内境巅峰武者，吴掌门死定了！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师父横行江北10余年，师父是不可能败的。哼！师父，这混蛋！站住！一旦上台生死勿论，你打算找死吗？啊，师父！哼，丢人！自己师父都要被人打死了，还在这当缩头乌龟？先前那个嚣张哪去了？啊，你懂什么？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将来我一定手刃了那人。切！哼，以你的天赋，除非等台上那人老死，不然你这辈子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，下去！你们华国武学都是垃圾，华国的武者更是垃圾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都说了让他别找死，人呐，不能不听劝。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就知道在这说风凉话。你行你上啊！我来。年轻人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坐着吧，别以为自己有几分力气在身，就以为天下无敌。武者的世界不是你能想象的。我不想耽误时间，小妹和妈还等着我回家吃饭。胡闹！你以为武者的生死搏杀是小孩子过家家吗？就你这副德行，看来让我女儿与你退婚，无疑是个正确的决定。我相信，只要陈先生出手，此人断然不是对手。小丫头，你能带着陈北明这个普通人来参加龙头大比，我承认你有几分魄力，不过你看人的眼光可就太差了些。我出5000万，谁能上去杀了此人，这5000万双手奉上。可有敢战之士？一群懦夫！小辈无能，还是让老夫来吧。内境巅峰，还有点本事。不过同样是内境巅峰，你老了，气血太弱了，不是我的对手。下去吧。年轻人，小看我可以，但是你别小看了华国武学。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古武世家顾家的绝世仙法——极尽升华。起，燃烧真血，
老夫今日登临宗师之境。这是宗师的气势，好强啊！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再次看到顾老使用此法，能有如此仙术，顾家不愧是古武世家呀！没你吹的那么神，一道垃圾秘术罢了。你竟然说顾家的仙法是垃圾，哼，可笑！你区区一个普通人，有什么资格妄议顾家仙法？通过燃烧自身精血，将自己的境界强行提升至宗师，这不过是压榨潜力的手段罢了。若不是多次使用亏空身体，以他的资质，早已修炼到宗师境界了。这不是垃圾秘术，又是什么？无知者无畏，你懂什么是武道的真谛吗？哼，冥顽不灵。韩龙头若是知道陈先生可以一指杀宗师，想必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宗师境界吗？实在是太强了！顾老真乃我北省36地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呵呵，陈伟明啊，现在你知道当初错过拜顾老为师的机会是你多大的损失吗？若是再给你10年，你未尝不可迈入宗师之境。不过现在你在老夫的眼里与蝼蚁无异。现在你还说我华夏武者是垃圾，华夏武学是垃圾吗？我错了，宗师大人，求您别杀我！我不该挑衅华夏武者，不该嘲笑华夏武学。他说的没错。华国武学确实是垃圾，华国武者同样是垃圾。好大的胆子！顾老宗师之威犹在，你竟然还敢公然挑衅我华国宗师！死了！一招败你。海外宗师凌天霸，见过北省诸位垃圾。玉气飞行，知不知道，在仙界的时候，老子最讨厌有人在我头顶飞过了。御气而飞，你是？不好，他是大宗师之境。韩龙头，什么是大宗师之境？气境外放是宗师境界的标志，而当气境强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便可以像方才那人一样御气飞行。什么？大宗师境界身负龙象之力，我华国100年来到达宗师之境者，不超过5指之数，且每一位都是定鼎华国的存在。林某此来只为2件事：一，这北省36地龙头之位，我势在必得；二，我的弟弟宗师林豹，前不久在华国为人所杀，我知道杀人者就在你之中。是谁？上来领死！灵宝，这个名字为何如此熟悉？我们当中竟然有人能杀宗师，难不成是华国的那位老怪物隐藏在我们众人当中？哼！陈伟明，此人找的是能杀宗师的人，你站起来做什么？哼！在场若有能杀宗师者，非陈先生莫属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陈伟明他一个废物，能杀得了宗师？他这个废物上去做什么？想找死不成？滚下去！这个位置是为我准备的，不是你能做的。真是不自量力！难道他想以凡人之躯比肩一位武道大宗师吗？这个椅子太花里胡哨，
有点硌屁股，下次换个软点的。啊，小子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和你说的话？我一个大宗师还不屑于杀一个普通人，识相点就赶紧滚下去。陈北明，那个位置是你能坐的吗？我劝你不要自误，滚下去！哼，你们怎么知道我非能杀宗师者，我非能做龙头宝座之人？今日大比，放眼望去，满座蝼蚁，皆是垃圾。指点我，你们也配？小子，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像你这种跳梁小丑，我还不屑杀。给你10秒钟，滚下去！杀我弟弟灵豹者，滚出来受死！玉气飞行，你是大宗师？怎么可能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灵豹就是陈北明当初在云家杀的那个废物。灵豹可不是废物，他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海外宗师。什么？能杀宗师又怎么样？我相信陈北明一定不是此人的对手。等着吧，很快他就会惨死当场。没想到我想去了你。杀宗师灵豹者，江北陈北明。我承认我看走了眼，你竟然也是一位大宗师，如此锋芒毕露，想必你也是一位剑修。你的剑呢？杀你又何须用剑？况且你的剑就是我的剑。你什么意思？待会便知。韩龙头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仙术。五行化金，上引黄泉，御剑术。什么都没有，御剑术，剑在哪呢？连剑都没有，狗屁的仙术，真是令人笑掉大牙。你们快看，林天霸的手！夺剑，剑来！啊，我的剑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控制我的剑气？去！一代大宗师，我等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，就这么轻易的死了？如此轻易就杀了一位大宗师，难道此人更是传说中的宗师之上？啊，宗师之上是什么境界？是神境，超越凡尘束缚的绝世境界。整个华国只有一位神境，而那位已有100岁高龄，是华国当之无愧的守护神。哼，顾老，我说你没有资格收我为徒，现在服否？老朽服了。我说顾家的秘法是垃圾，你服否？与您的仙术相比，顾家的秘法自然是垃圾。韩龙头啊！我说你的女儿配不上我，甚至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你同意否？我同意。哼，云小姐，萧明白。今日之后，北省36地，当以陈大师为尊。你们其中有谁不服吗？我等遵命。陈大师，陈大师。今夜我江北云家广邀北省豪门举行龙首宴，贺祝陈大师登临北省绝巅。云家女王，陈大师是北省36地的总龙头，此等盛宴应当由诸位龙头共同举办。陈大师，您的意思是？准了。妈，您的头发怎么变黑了？啊，这是喝了北冥给的药，
不但头发变黑了，皮肤都变好了。小黎，你不是说你哥请吃饭吗？怎么来这种地方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哥说让我们在这儿等他。哎，妈，你看，是哥来了。北明，你不是说带我们俩吃饭吗？怎么跑这地方来了？妈，这就是我请你们吃饭的地方。这不行，这可是整个北省最豪华的酒店，这太贵了。我们走，换个地方。哥，妈说的没错，虽然你现在有点钱了，但也不能乱花，你还要留着娶老婆呢。我们随便去路边找个苍蝇馆子吃一顿就好。就你心思多，放心，今天哥不掏钱，有人请客。有人请客？第一次听把蹭吃蹭喝说的这么好听的。谁不知道今天是北省36龙头为总龙头举办的龙首宴？难不成你想说你是北省36地的总龙头？龙首宴？又是你。儿子，他们是谁？他们几只苍蝇而已，不必理会。儿子，他们说这宴会是什么总龙头举办的，我们这么进去蹭吃蹭喝的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妈，这场宴会就是为我举办的，你和小黎进去，尽管放开了吃。真是大言不惭，你就是个软饭王而已。刚刚豪车是云家千金借你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云小姐只是玩玩你而已，等玩腻了，你就会被像个垃圾一样丢掉。北明，他们说的是真的，你在吃软饭。我警告你，我陈家男儿不允许吃别人家的软饭。妈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云家只是我的下属而已。切，你这牛都给你吹到天上去了。这不是陈离吗？怎么，当初为了100万你就准备卖身给我，今天又准备来龙首宴傍大款啊？不过我告诉你，各地的龙头可是看不上你这种姿色的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妹妹出言不敬？36地的龙头给他们10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娶我妹妹。竟然敢打我！今天想在这里蹭吃蹭喝，我告诉你，做梦！守卫，我们可是韩龙头之女邀请过来的贵客，你看他们穿着寒酸的样子，我严重怀疑他们是想混进来蹭吃蹭喝的。我建议把他们赶出去。确实有道理。抱歉，这里衣冠不整，恕不招待。儿子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弄脏了人家地板不好。下等人就是下等人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小畜生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信不信10秒钟之后，你们将会被扫地出门？先生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何人在此大吵大闹？哦，又是你，陈北明。韩江雪。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江雪，你与北明的事我都知道了。现在你是海东龙头之女，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北明确实也配不上你了。你退婚，阿姨心里不怪你。阿姨，我看不上他，并不是我突然得知我爸是海东龙头，而是因为陈北明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不争气。阿姨都知道，北明以前确实做的不对，但他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他已经改了。你能不能再给北明一个机会？妈，我不用任何人给机会。韩江雪，看来你爸还没告诉你，即便是他在我面前，
也得卑躬屈膝。哼，又是这样。我爸只会告诉我离你远一点。阿姨，你看他改了吗？以前就爱摆阔装富，现在更是连这样的大话都敢说。果然狗是永远改不了吃屎的。你说谁是狗？北冥，快给江雪道歉。阿姨，算了，你们不是想参加龙首宴吗？我带你们进去。那就麻烦江雪了。谢谢江雪姐。没事，来吧。喂，你也跟着进去吧。阿姨，我带你好好转转，这龙首传闻可了不得。好。切，到最后还不是靠着咱们江雪舔着个大脸进去了。某些癞蛤蟆呀，就别成天想着吃天鹅肉了。俊龙，我们走。哼。一群跳梁小丑。王龙头，听说你在江北也拿了几百亩地，手笔够大的呀。小打小闹而已，你名下不也有几家公司要上市了吗？江雪，我感觉自己在这种场合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爸那些产业和这些龙头大佬相比，连根毛都算不上。我们待会儿去角落里看着就行。这是北省36地龙头为总龙头举办的龙首宴，要不是看在我爸是海东龙头的面子上，给我们一辈子，我们也没有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资格。好气派呀！儿呀，你将来要以这些大人物为榜样。行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就你那窝囊废儿子，别说一辈子，就算给他10辈子，他连这些龙头的脚趾都比不上。雪雪，不许带阿姨屋里。那个位置就是为北省36地总龙头准备的吧？没错，那个位置象征的是整个北省方圆180万平方公里的最高处。非龙首，非5压1省者，非万人之上者，不可做。没你说的那么玄乎，就是把椅子而已。我坐过，还有点硌屁股。哥，你不要命了，敢对龙首不敬？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帮龙头大佬都是这龙首的小弟，让他们知道，不得把你往死里打。你放心，这位龙首脾气很好的，不打紧的。说的你好像认识这位龙首似的。怎么，你不信？江雪，你爸有没有和你说过这个龙首是什么样的人？据说这个龙首一身武功，功参造化，所以才会令整个北省36地的龙头大佬折服。而且我爸说了，龙首很年轻，和我们年龄相仿。哇！江雪，你可是海东龙头之女，勉强也能配得上这位龙首。若是你能和这位龙首好上，成为那龙首夫人，岂不是变相直接站在了这北省之巅？哦，不可能的。我爸还说了，以这龙首的实力，这一省龙头之位委屈他。儿子，这样的人物，你恐怕一辈子也难以望其项背了。哼！江北龙头到，海东龙头到。江雪，你爸来了，江北龙头云老也来了。各位，既然诸位龙头都到齐了，龙头大宴正式开始。下面有请我们北省36地总龙头陈龙首登场。哇，哥，我好激动呀！他们把这个人说的这么厉害，他马上就来了。你这是？怎么，你还真把自己当龙首了？人家叫的不是你陈北冥，而是真正的陈龙首。我说了，我就是北省36地的龙首。
哥，你做什么？别冲动啊！北冥，别任性了，快回来！陈北明这个蠢货竟然坐上了龙首宝座，真是找死！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。江学姐，你快想办法救救北冥哥吧！我也没有办法，毕竟他得罪的可是北省36地的总龙头。江雪，阿姨求你了。阿姨，您别这样。刚刚我们已经劝过他了，他自己找死，能怪谁？太东龙头敬陈龙首，江北龙头敬陈龙首，敬陈龙首。啊！什么？不可能！陈北明怎么可能是北省36地的总龙头？太东龙头韩傲，敬陈龙首。爸，他真是龙首。我之前说我就是陈龙首，你不信，现在你相信了吗？爸，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陈北明他不是龙首。哎，之前怕对你打击太大，所以没有告诉你。来人，上酒。陈龙首，这杯酒饮尽，你我前尘往事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。陈北明，你给我站住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你就是北省36地的总龙头，你难道不打算给我个解释吗？解释什么？难道你先前摆阔装富，游手好闲，都是装的吗？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讨厌你，主动和你退婚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眼中的一瞬，对我来说就是5000年。我和你说过我变了，但你没有信，你永远只会相信你愿意相信。在你眼中，哪怕我改变再多，也只是一个废物而已。不是吗？啊！求陈龙首饶命！求陈龙首饶命！龙首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。北冥，哥，你真的是36地的总龙头？老陈，你看到没有？我陈家出笼了。妈，小妹，这一世换我来照顾你们。接下来上京陆家，上一世害我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，该轮到你们了。一群蝼蚁，死到临头，竟还敢大放厥词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在此放肆！大胆庶民，见了我们樱花国幽人王子，还不快跪下！我的腿！哇！幽人王子，杏花国下一任国主继承人，他来干什么？又是小日子。爸，你没事吧？这可是华国的地盘，识相点！我劝你们赶快放了我爸爸。你这个女人长得倒是很合我的胃口，你若是识相，我倒能把你收作我的洗脚婢。欺人太甚！管你是什么王子，我今天都要把你打得屁滚尿流！哎，东亚病夫，把他扔出去！不知尊驾大驾光临，究竟有何目的？我要你们所有人死！哦，幽人王子未免自视过高，且不说整个华国人才济济，便是此处已有无数高手在场。就算您的护法能力通天，
又如何能敌？更何况我们还有……尊家此举未免过于狂妄了。对你们这群废物，哪用得上我的左护法？你竟然下毒！真是卑鄙小人！九羽千叶，这可是上古奇毒，你们这群废物能死在这种毒药之下，真是便宜你们了。当年华国几乎被我樱花国灭国，即便是你们华国的国主也险些死掉。若非传闻中的仙尊出手，尔等焉有今日？妈，小丽，你们没事吧？哥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。这龙首，还请龙首赐予解药。还请龙首赐予解药。哼，此为解毒丹，你拿去给大家分了吧。是，多谢龙首赐药。给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没有中我樱花国的奇毒？小小毒药，还入不了我的眼。公子，此人乃是……哦，原来你就是在拍卖会上一指灭宗师的人，果然有些气度。可惜今天都得死。狂妄之徒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可是我北省36地龙头，华国唯一的北冥仙尊。天下谁人不知北冥仙尊已有100岁高龄？岂是他这种毛头小子？不管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今日乃是庆祝北冥仙尊的盛宴。多年前，樱花国在仙尊的手下差点飞灰烟灭。如今你在仙尊盛宴上捣乱，难道是想要整个樱花国重蹈多年覆辙，万劫不复，彻底飞灰烟灭吗？一群乌合之众，竟敢用北冥仙尊的名号狐假虎威！尔等华国人除了吹牛大放厥词外，还会干什么？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废物一群啊！华国这些年不过是依靠仙尊的威名，才能在诸国间苟延残喘罢了。就是，没有仙尊，你们这些人根本不够看的。是。我伊邪那挑战华国高手，没有规则，不管是车轮战还是一起上，只要你们能打倒我就行。切，伊邪那不过是我樱花国最低等的武士，竟让你们吓成这样！我料的没错，没了仙尊，华国就是一群废物。既然如此，老夫便来会会你。辱我华国者，死！一招就败了。五掌门虽不是北省最强，可无论是武力还是修炼，已经是北省的佼佼者。没想到却不敌樱花国低等武士的轻松一击，樱花国深不可测啊！这厮出手竟然如此迅速凶残，完全看不出其功力深浅。是啊，听说最近樱花国养了不少高手，看来此人便是之一。此前从未听闻过有其人。之前对龙首多有得罪，若今日能够在龙首面前露面，为国争光，届时龙首助我突破宗师之境，也犹未可知啊！年轻人莫要张狂，老夫前来会你一会。哇，
顾老可是古武世家，若顾老再次使用绝世仙法，极尽升华，定能降服此人。又是一个来送死的。哼，秘方，极尽升华，起。哦，哥似乎不太看好。哥，这顾老看起来挺厉害的，你为何摇头啊？通过燃烧自身精血，将自己的境界强行提升至宗师。哼，说穿了，乃是投心才于烈火。今日他才使过此招，身体早已是强弩之末。现在又来一遭，我恐怕他自食其果，落得心尽火灭的惨烈下场。啊！本次老夫出手，必让你们樱花小犬吃不了兜着走。怎么回事？顾老，顾老，你没事吧？华国病夫果然有趣，竟然用燃命计来给我们樱花国表演了一场杂技。不过看来功夫不到家，竟把自己给作死了。想不到老夫今日竟会命丧于此。啊！你樱花国究竟想做什么？很简单，臣服。华国臣服于樱花国，尔等下贱之人皆要向我天皇上族俯首称臣。休想！我华国绝不臣服。对，我华国之人绝不臣服，绝不臣服！哼，绝不臣服！你们这群走狗倒比我想象中有骨气。不过，你们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吗？又或者是大樱花国一国的意思？你们错了。这是诸国顶端共同的决议。你华国一国又能如何？不错，这是我诸国共商的旨意。这些是什么人？他们要干什么？在下韩国武神，在下八国武神，在下越国武神，在下兰国武神。尔等大势已去，我等此来遵四国及樱花国共同协议，命华国必须向我们五国俯首称臣，献宝捐银。天大的危机来了！你们华国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臣服，要么覆灭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华国真的要重蹈多年前的覆辙，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？现在做出你们的选择吧，臣服还是毁灭？樱花国不过弹丸小国，尔等皆是化外蛮夷，竟敢在我华国境内放肆！啊！不知天高地厚，起！我不是死了吗？多谢龙首救命之恩。看在你为国出征的份上，本尊救你一命。若你下次再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本尊定也袖手旁观。是。天哪，死而复生！陈龙首真天人手段。对呀，我们还有龙首。尔等蛮夷，今我龙首在此，若还不识相乖乖投降，定让尔等身首异处。究竟是何人，竟然能够让人起死回生？侥幸归来，被命放弃云游，5000年
天分梦，今朝在我苍穹。是要感谢命运，不负信任，泪眼红红。以我热血铸就辉煌，逆天来命中。预言掌印，今朝是血池，家破人亡痛，铭记心如此。妹妹泪眼汪汪，无情泣血誓，悲鸣心不死，只要你天晴。初一日成，君家正今宵，你卷破风云，撒浪声奔逃，去归西张狂，转瞬成尘嚣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就是北省36地的总龙首，护卫华国千年的守护神，北冥天尊。既是天尊，为何先前不出手比试？让这群小喽啰挡在你的面前，也配尊为龙首，号为天尊？哼，你们太弱了，还不值得本尊出手。你，当年我横扫诸国，你们蛰伏不出，如今反倒出来蹦跶送死。哼，我不介意送你们一程。你竟敢藐视我等武神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哦，那就一起来吧。别说区区武神，就算尔等跟如今之我一样，攻真化境，入定化神，我们之间的实力亦有差距。狂妄！那就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。臭小子，竟敢在我们4人面前大言不惭，简直找死！啊，田先生，你千万小心呐！放心，凭他们这点微末道行，还不配伤我。我相信你。土鸡瓦狗，来吧，我行术变。去。难道这就是神境与我等凡人之间的差距吗？陈先生竟然以1敌4，简直是恐怖如斯！哇，哼，一脸狐媚样。龙首也太强了，太强了！不愧是我北省36地的龙首，不愧是护佑我华国千年的守护神。哼，我早就说了，你们还不配成为我的对手。不愧是龙首，龙首简直是我们北省36地，不，是整个华国、整个神州大地的定海神针呐！有龙首在，北省高枕无忧，华国高枕无忧。没错，顾老所言甚是啊！不愧是北省36地的龙首，实力果然不同凡响。不过，如果你认为战胜这几个废物就能打败我大英花国的武神，未免太可笑了。哦，给我上！把他的头颅献给上尉，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。当然，那可是凡界武神巅峰者的头颅。废话少说，放马过来！如你所愿。超凡，哼哼，上！又消失了。来！武神与武神之间实力亦有差距，这句话我还给你。哼，就这？还没完！啊！放马过来！哼！怎么会？啊！什么时候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极生两仪，
养怡生八卦，世上万物皆有相生相克之法。尔等贱民偷学华国武术，还妄图以此覆灭华国，哼，简直是胆大妄为！怎么会这样？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切！哼，遇事不详便拿女人撒气，非大丈夫所为。韩先生此言差矣。樱花国男子皆为侏儒，和大丈夫又有什么干系？你将此等小人与大丈夫相提并论，实在是羞辱了大丈夫。你们竟敢羞辱我！王子别急，此等凡人，就算拥有武神之力，又能如何？在仙人面前，还不是如同蝼蚁一般？哼！左护法所言极是，倒是本王露相了。陈北明，打败凡夫俗子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，你将我身后的仙人打败！盛宴开始，有请仙人。尔等凡人，死！啊！有灵智的式神。传闻谷战场上，一些将士为了保护主公战死，心有不甘，会化为阴灵继续守护在主人身侧。一些法力低微的阴灵，当然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消散，而一些力量强大的阴灵，则慢慢修炼成为了式神，代代传承，世代护主。恐怕眼前的式神便是如此。什么？还有这等事儿？没错，上古时代，真田家曾出了一位大英雄，在大阪之战中以勇猛著称，以寡敌众，于万军中取敌人首级。这便是我身后的式神真田幸村是也。什么？果真是上古战神真田幸村？过了千年，竟然修炼成如此模样，这恐怕已经修炼成了武神躯，战力恐与仙尊无异。凡人准备好受死了吗？龙首在式神面前看起来如此娇弱，真的能挡住上古战神的一击吗？哼，一个个的垂头丧气的干什么？难道龙首的实力你们还不知道？在拍卖会时，龙首曾经一指灭宗师，那个叫什么宫本武藏的式神，不也乖乖臣服于龙首之下？就算这个真田幸村再厉害又能如何？不还是死在千年前的古战场了吗？多年前我们的仙人能将他打倒，现在的他不过一具亡魂，又有何惧？小美人儿，我欣赏你的勇气，可你的无知并不能挽救你的生命。真田君，给我上！好。陈龙首，你没事吧？龙首当真无敌。年轻人有些本事，的确是真战神，实力已入化境，堪比仙尊。只可惜，就算我们同为仙尊，实力亦有差距。小子，人外有人，别太狂妄。你若不信，我们打个赌便是。哦，赌什么？我赌华国从没有修炼过之人，也能将你踩在脚下。小子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？这可是我大樱花国无人可挡的真武战神，
战力堪比神界战神。像你这种低贱之人，死在真田战神手下已是荣幸，现在竟敢大放厥词，羞辱战神！在真神面前，还轮不到你聒噪。如何？敢不敢与我打赌？哼，云，各位，可有谁愿意与我一战？我愿意。龙首，几十年前我的祖辈便是康结樱花国而死，今日国难当头，我作为英雄后代，岂有做缩头乌龟的道理？龙首，选我吧，我愿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，将那帮家伙打回樱花国去。好样的！你将性命交付在我身上，我定保你无虞。来，选好了吗？现在开始吧。打败他！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小美人儿，我知道你担心情郎的性命，可你未免也太过心急了。难道你害怕你的情郎今日命丧当场？侥幸归来，被命放弃云游。5000年天分梦，今朝在我苍穹。是要感谢命运，不负情人泪眼红红。因我热血铸就辉煌，你停在云中。一人掌名，今朝是水池，家破人亡痛，铭记心如此。妹妹泪眼汪汪，我心情越是被铭心不死，是要你贴近。一人城。家政尽孝，你卷破风云，苍生奔逃，去外心绽放，转瞬成尘嚣。此后再无恩爱缠绵的机会。你别胡说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刚刚你说了，华国随便一个毫无修为、毫无武力之人，都能将我大英花国的古战神打倒在地。可你挑选之人明明精力充沛，武力尚可，如何能达到打赌标准？那你想怎样？哼，很简单，换成这个小美人儿。什么？你……我孙女西瑶不过一个弱女子，如何能参与这斗争之中？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就是，想不到你们自诩武力强盛，却恃强凌弱，专挑女子下手，简直无耻！愿意呀，那就换她。我？没错，一个干妹妹，一个情妹妹。陈龙首，你总不可能让别人为你们冲锋陷阵，自家人却躲在后方贪生怕死吧？我不允许你羞辱我哥。小离，哥，从前我对你有种种误会，如今你已经浪子回头，况且还做了北省36地的龙首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北冥仙尊是什么，但是小离知道，现在你是整个北省乃至整个华国的大英雄。我作为你的妹妹，又怎么能甘居人后？哥，选我吧，就算是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不，还是选我。西瑶，你想好了？陈先生帮我云家极多，我云溪瑶岂是那种不知恩图报之人？小离，我知道你的侠心，可是你还有伯母要照顾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伯母的一双儿女既在阵前厮杀，无人守护吗？
小离，听云小姐的话，回去吧。小离，你放心吧，我跟你哥哥一定会平安归来的。爷爷，云老，云小姐义薄云天，乃当世巾帼英雄，况且还有动人的美貌，拿下龙首不过是时间的事。看来云家接管北沈36地指日可待呀。哪里，今日樱花国来势汹汹，还不知前情如何呢。江雪，是为父不好，让你错过良人。如今这形势，恐怕咱们韩家是没机会了。喂，我说你们3个婆婆妈妈的到底好了没有？到底是谁前来受死啊？云家云夕瑶前来领教。云小姐大可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掉一根头发。好，如此，那便开始吧。把手给我。好。这是……哇！竟然飞起来了！果真是神仙手段。害怕吗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好，接下来轮到我们控场了。雕虫小技，躲开了，好快！云老，西瑶可是练过，这一招一式怎会如此娴熟？没有啊！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龙首在暗中操作。啊！一个从未修炼过的新人，只得龙首的片刻点化，便能有与上古式神相抗衡的力量。倘若我能得到龙首点化，那成为宗师，乃至是化神，岂非轻而易举？是啊，在理。正是，待会儿定要求龙首收我为徒。瞅准时机，就是现在。云家大小姐在龙首的指点下，竟然真的击退了上古式神。什么？怎么样？现在还要继续吗？不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输？废物，你怎么连个凡人都打不过？还不快上！是，你是个好奴才，可惜没有跟个好种子。现在就让我们送你到你该去的地方。西瑶，在。今日，本尊便送你入轮回。神！无主！什么？真田，你回来！回来！怎么会这样？陈先生，我们真的赢了。还请龙首收我为徒。早日悟道，修道成仙。起来吧。修炼需要机缘，此刻你们众人的机缘不在此处。啊！不过事后我倒可以给你们一些修炼功法。啊！众生皆有缘法，如何得到，还需得你们自己去悟。多谢龙首。陈北明，当真以为自己赢了吗？悠然王子，按照你我双方之间的赌约，现在无论是你们5国的武神还是式神，皆败于龙首手下，还不赶快跪地求饶，投降认输？哼，就是一群人乌泱泱的闯进别人的会场，我还以为能有多厉害，没想到连我家这手无缚鸡之力，从未修炼过的孙女都打不过。你爷爷，可笑某些人还自称什么大樱花国，不如趁早改名为鹰弩倭国，臣服于我华国，说不定
我们还能定期赏你点剩饭吃。元老此言差矣，华国皆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像这种阿在小国养出的无德无行的、只知无能狂吠的小人，恐怕给我们华国做看门狗的资格都没有。你，老夫劝你还是尽快滚出华国，否则在龙首的神威下，定让樱花国走向覆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，滚出华国！哼！若我滚出华国，谁又来给你们尊贵的龙首解毒呢？什么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陈先生看起来似乎十分的虚弱。让我自己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这群凡人，真当灵力不要钱呐！刚刚与五国武神比拼，耗费大半真元，后又中医邪那的奇毒。什么？奇毒？是那个时候？呀！竟然如此卑鄙！可惜呀，如果不是与我国式神比拼灵力，还不会这么快催发毒性呢。不足片刻，你们的龙首便会毒发身亡。届时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蝼蚁又当如何！真是卑鄙小人！你尽管骂，无所谓。无毒不丈夫，若不使点非常规的手段，又怎么能把华国吞灭呢？林先生，你怎么样了？寻常武神根本伤不了我，更别说用毒。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，竟能让他们悄无声息地给我下毒？虽然这个世界推崇超凡，诞生许多世外高人，但我国另辟蹊径，崇尚科学。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生化人的实验进展似乎十分顺利呀。强大的实力足够让我大樱花国称霸诸国，成为诸国的王。嘿嘿嘿嘿嘿嘿。你的确很强，可在我大樱花国面前，依旧不堪一击。就这样收场，结局未免过于寡淡。不信我们试试。我劝你不要再白费力气了。他们虽然只是武神，能力远在你之下，但改造成生化人之后，力量可与弑神相比。我知道你很能打，1对1很难胜过你。但若是源源不断的弑神呢？我就不信凡人之躯不会感到累。你的法力总有被消耗完的那一刻。当然，我是不可能等到那时候的。速战速决！怎么回事？龙首竟然被击退了？难道上天当真要亡我华国？这一仗，我们只用了6成功力，你能与我们对仗这么久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到我了，这一次我要将他剥皮抽筋，用他的精血助我修炼，换我长生。龙首，不要伤害我哥哥！小林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华国的守护神在我们樱花国生化人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，现在还要这么一个弱女子挡在你们的面前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哥，你保护了我这么多次，这次该轮到我保护你了。小丽，
别管我，你快走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小丽，呀！啊，这光芒是……人间真好啊！小丽，你们看她这气势，感觉并非凡俗。难道陈离小姐也是仙人下凡？不仅如此，虽然是同一张脸，可是我感觉现在的她相比之前更加美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是谁？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？小丽，天尊，你来人间一趟，怎的把人家给忘了？是你？不千年前，你害得你妹妹陈离与母亲惨死，因此生了心魔。人家可陪了你整整5000年，你怎么舍得就此忘了人家？可是，你只是我的心魔，又怎么会出现在现实？你好歹念了人家5000年，现在你的性命危在旦夕，人家又怎舍得看你去死？留下我这孤魂野鬼，漂泊无依。陈先生，你竟然跟一个鬼相恋？是有些姿色，不过跟我比，可差远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就让我替你好好教训教训这些畜生吧。就连你的宿主都不是我们的对手，你区区一个心魔，未免也太狂妄自大了。大美人，就凭你现在的实力，别说我和伊邪那联手，就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随便一招都不是你能扛得住的。心魔由心而生，心的主人越强，心魔的能量便越强。若非他一时内息不稳，又岂是你们这种小瘪三可以得手的？闲话少说，赶快动手吧！我还忙着和我的仙尊大人恩爱缠绵呢。哼，来吧。你该不会觉得凭借一把短枪就能对付我们，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们了吧？是吗？这是什么仙法？哼，是九龙赤炼金啊！居然把九龙赤炼金融入到了枪中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完成了？这很难吗？不是只要有脑子都能学得会的法术吗？樱花国的走狗怎能与人相提并论呢？如今这银胆天凤枪早已焕发新生，与九龙赤炼金融为一体，堪比上古法器。如今我称它为九龙金凤枪。你以为有了这把破枪就能对付我们了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你们一起上吧。大言不惭！给我退！哼！我的好仙尊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来帮人家？难道你非要人家被这2个小畜生打死你才甘心？刚才话说的这么满，还以为你一人就能对付他们。还不快点！我的力量来了。我的好仙尊，怎么到了凡间一趟，力量反不如前了？是吗？你再试试。什么？坚持住！
就算是死也得给我坚持住！失败就把你们生吞活剥，丢到太平洋里喂鱼。是。抵抗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惨败是你们注定的结局。哼！最后一击，万枪归宗。去！怎么可能？这可是上古绝学，只有仙人才能接触到的绝学。哼！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笨的人。都说了他是北冥仙尊了，你们非不信，还一直问他怎么会仙法，他怎么会仙法？他本来就是神仙啊！你们说他为什么会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收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还有什么遗言吗？啊！别，求求你们别杀我！我给过你机会，现在求人啊！我们赢了，华国赢了！陈龙首真乃神人也。赢了！现在大敌已诛，日月山河永在，我华国江山永存。华国永存，永存！各位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不仅痛击樱花国，更迎回我们华国的守护神北冥仙尊。此喜庆之至，不如喜上加喜，如何？云老，不知何为喜上加喜啊？西瑶，来，剑尊，你与我孙女西瑶共同堂弟，情投意合，不如就此将婚事定下来，如何？云老，我尊你一声前辈，可我小女江雪与仙尊从小定有娃娃亲，就算是订婚事，也该是我家江雪才对。哼！你们都别抢了，他是我的。什么？走。3日后的华夏武道大会，你准备的如何了？放心吧，父亲，这次魁首还是我们陆家的。听说北省出了个总龙首，你要留意一下。区区北省，我的眼里是整个华夏。陆家，我来要战。哥，就参加个武道大会，他们怎么跟来了？是我拜托云老来的。为了低调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云家弟子云逸，你叫云离，不要说漏嘴了。哦，韩傲见过龙首，见过龙首。好你个云老，还想骗我？我就说龙首也来了吧。好了，你不要闹了。龙首你也见到了，我们都退出去，不要打扰龙首休息。对，我和云老还有些故交要拜会，就不打扰龙首了。江雪啊，你留下来陪着龙首，为父先去了。瑶啊，你也是，剑尊现在的身份是你大哥，你陪着大哥。是爷爷。这俩老头，看来是想要把这两丫头都收了。
葡萄，张嘴。皮。这里。该死的陈北明，就算老娘当初对不起你，你也不用把我当下人使唤吧？哼，哥，我饿了。听说顶楼餐厅不错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好啊，人挺多，我们去那边坐。哟，江雪妹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赵宝龙，我和你很熟吗？我警告你不要乱叫。啊？我看谁敢笑，是想和西北赵家为敌吗？江雪，乖乖陪哥去喝一杯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不然，你就不怕我爸吗？你爸？给面子叫他一声韩龙头，不给面子就是韩老狗。你搞清楚，我赵家的势力是华夏整个西北，不是你爸破海东能比的。你就乖乖的陪我吧。放开我！想带他走，你问过我了吗？啊？陈北明，他在帮我，难道他心里还有我？哪来的小卡拉咪啊！敢阻拦本少的好事，快给我撒开！你找死！哦，是你让我松手的呀，小子。陈北明，我们北省没有他们西北势大，他爸号称西北王，我们惹不起。哼，而且你也不见得打得过人家。谭江雪，你是有多看不起我陈北明啊？退开点，别一会儿见你一脸血。可恶！陈先生，小心，他是西北赵家的大少爷，赵家一身横练功夫闻名天下，据说练成之后力大无穷，刀枪不入，你要小心。你这是在关心我？不过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哦，哥。好妹妹，哥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一块破万法。啊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不允许华夏有比我还拽的人存在。云家，云逸。什么狗屁云逸？没听说过。老子弄死你之后，这几个妞就都是我的了。尤其这位，简直是纯欲天花板呢。我想一定很润。找死！哥，别怕，哥替你杀了他。你个小白脸儿，还挺讨妹子关心的。放心，你死之后，我会好好待他们的。嘿，有，不好！反应挺快嘛。什么？居然是势均力敌？不是势均力敌。仔细想想，赵家人可是号称力大无穷的，却连陈北明一根筷子都折不断。而且我哥一脸轻松，显然没用全力。你这力气也不行啊，要不换我试试？兄弟，要不算了，这里这么多人看着，给哥点面子。哦，这时候知道认怂了？是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给兄弟赔不是。这三个妞都是兄弟的，我不抢了。早些你要认怂的话，我还能放了你。可惜呀，你千不该万不该调戏我妹妹。等等，还有，这是他？谁欺负我赵家兄弟？赵少，没事吧？陆大少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位云兄弟还有几位小姐，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。
确实是赵宝龙那个混蛋不讲道理，我给几位道个歉。几位随意用餐，这顿饭算在我陆某身上。哥，不用了，陆少，一顿饭我们还是付得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哥，你是怎么了？我看他挺友好的，再说又不是他得罪的我们。你哥是见到真正的公子哥，嫉妒了。那人是谁啊？上京陆家的少家主陆天，真正的天之骄子。天，陆少你好，我叫陈北明。陈北明，你只要把陆少陪高兴，陆少随便撒点米就够你吃一辈子了。多谢赵公子引荐陆少给我认识，往后你们的事就是小弟我的事，我干了，您随意。陆少，陆大少，我也敬您一杯。好啊。这傻缺，还真以为我要提携他呀。陆少性格出了名的暴戾，阴晴不定，最要玩弄你们这些攀龙附凤的土鳖了。敢碰我的女人，我就借陆少之手宰了你全家。陆少，那您随意，我干了。啊？陈北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妈在医院你不陪护，还出来喝酒。不好意思啊，陆少，我马上就赶他出去。拿妈治病的钱出来鬼混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懂什么？我这叫投资，投资懂不懂？快滚，别坏了我的好事。不好意思啊，陆少，小姑娘不懂事。那是你妹妹。喏。是我妹妹，叫陈离。对，真背，又输光了。这样的豪车也会来我们这种贫民区？谢谢你送我。我去，陈离这丫头傍上大款了，这我不得讹她一笔？哦，不准走！陈北明，你干什么？陈北明，你找死啊！陆少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您，我以为陈离遇见了什么坏人。快给我滚开！是。灵儿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晚上我来接你。路上慢走啊！陈离，你跟陆少好上了？哼，和你有关系吗？陈离，我劝你还是离他远点，我总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，看你的眼神很怪，让我不舒服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啊？谁啊？大半夜打电话？陈北明是吧？陆少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吩咐啊？陈北明，我听说你陈家以前也出过武道宗师是吧？武道宗师？秘籍还在家里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我太爷好像是以前的武状元。陈北明，你给我听着，陈离和你生病的老妈现在就在我手上，12点前将秘籍送到我住的酒店来，否则就等着收尸吧。陆天，你这个混蛋，我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秘籍，我也不需要那个废物来救。哦，你快放了我妈！小离，秘籍？我家没有什么秘籍啊。没有，
没有，哪儿都没有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根本就没有什么秘籍，不送过去，妈妈和妹妹就会有危险。可是没有秘籍，我过去也是送死啊！我该怎么办？对了，留我一个好过都死。老娘老妹，我一定会想着替你们报仇的。还没到。唉，看来你的好哥哥是跑路了。亏你还自诩聪明，你不就是要秘籍吗？放了我们！放了我们！只要在我家，我掘地3尺也找给你。不，一般这种家族传承的秘籍，向来传男不传女。秘籍在哪儿，只有他知道。哼，他那个怂包，如果真有什么秘籍，早就被他卖了。即便在他手上，你直接问他去要，他也不敢不给你。谁说我是怂包？他怎么敢来的？陆少，不好意思啊，堵车了。秘籍我带来了，放了我妹和我妈吧。很好。别出声，听我说，快走。啊，哥。人我放了，东西该给我了吧？陆少，您真是见外了。您早说要秘籍，我早给您送过来了，何必还把我妹妹和妈请过来打扰您？唉，别说了，往后都是兄弟。谁跟你是兄弟？陈离，快跑！雕虫小技。北冥，哥，你没事吧，哥？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跟他说了太爷的事，他也不会找你要什么秘籍，是我害了你。没事，都怪我。如果不是我好高骛远，你也不会遇到他。唉，你们真是让我很难办啊！明明可以体面，你们非要弄得这么不体面。小心！还有你，不服对不对？不甘心对不对？可这就是废物的命啊！不要，不要！啊，妈，小离，陆天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可现在我只是个废物啊！小友，啊，小友，别睡了，快醒醒！是谁？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不要跟那个陆天来往，他不是好人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你们怎么了？快吃饭吧，一会儿下午有厂内部的拍卖会，我们可以去看看热闹，见见大佬。500万，第3次，恭喜虬龙头。那个和尚是慧元大师，悬空寺的主持。那个道士是方别鹤，当代天师。那个穿中山装的叫裘袭，是南方省的龙头。最中间那位穿西装的，就是上京陆家的家主，当代武道第1人陆天行。各位，有请下一件宝贝登场。此件乃是压轴拍品，上代铸剑大师遗作，取海外罕见精英所铸，剑锋3尺7寸，净重7斤13两，吹毛断发，起拍价1000万。花里胡哨的垃圾。
这小子胆子真大呀，居然说裘大师的遗作是垃圾。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博出位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啊，哪儿来的土包子？你懂剑吗？比你懂。你别瞎逞能啊！这人是裘千让，裘家是铸剑世家，这把剑是裘家老家主所铸。放心，这世上没人比我更懂剑。开玩笑，爷爷上辈子可是当过剑修的。就你还懂剑？怕是连我家最便宜的剑都买不起吧？你来说说，这剑有什么毛病？这剑吧，吹毛断发确实也没错，只不过一味追求快，反而过犹不及。你等可听说过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？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，似乎有几分道理。裘老，您觉得呢？黄口小儿，信口开河而已，方天师不必放在心上。哦，就你叫裘袭是吧？你很懂剑吗？要不我们试试？胡闹！我堂堂南方省龙头斗你一个小辈，我不要面子的。哼，那就是怂了。小兔崽子，来，比就比。裘老淡定，淡定，不要乱了心境。西老，算了算了，要不就让贤侄去。是啊，父亲，让我去会会那个泥腿子，去拿着剑去，好好给我教训他。年轻人，需要我帮你寻一把剑过来吗？不用。啊，我用这个就行。年轻人还是不要逞强，不然枉送了性命。没事，我的命是我的，谁也取不走。狂妄的小子！这小子太嚣张了，我都想揍他了。阿弥陀佛！裘少爷加油！裘少爷，干死他！裘少爷加油！有趣。再来啊！你个怂货，就知道躲是不是？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？裘少爷，你的剑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，我悟了，我悟了！悟你个头！闭嘴！再来！老子就不信我手中剑敌不过你的凳子腿！尽管来吧！呀！哈，小子，生成别躲！哼！我，哎呦！你们看，13。哎，老裘，注意心情，心情。年轻人可以呀，你是哪家的？江北云家，云逸。江北云家什么时候出了你这种天才？竟然没听说过，期待你明天武道大会的表现。哥，我只知道你厉害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我都开始期待你拿冠军了。行，拿了冠军，再给你和妈换个大房子。不用啦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好日子，比啥都强。真是我的好妹妹。裘千让、赵宝龙都是年轻一辈的天骄，他俩都让大哥轻松打败了，其他人也不会是对手。也许大哥的对手只有陆家的陆天了。陆天？是吗？我的目标可不止一个陆天。
欢迎大家来到武道大赛！嘿呀，嘿呀，有请四大宗师。啊？哦，快看快看，是陆天路上，听说他是年轻一辈第一人，又帅又能打。江北云老、海东韩龙头到。啊，那不是昨天拍卖会上大出风头的云逸吗？是啊，我听说他还揍了西北王的独子赵宝龙，说不定这次冠军就是他了。嗯，就他？他很能打吗？能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要讲势力。就是一点规矩都没有的土包子，还敢走在前辈的前面。哼，陆少，一会儿替我教训他。哼，他也配让陆少出手？只怕见不到陆少的面就躺下了。哼，不良小丑。云老，比赛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放心，以天尊的本事，不会有危险的。那就好。你去查查那两人。是。吴儿，过来。这次武道大会，此人会是你唯一对手，你要多加留意。而且我怀疑，既然是武道大会，那我就用武道去赢。云老、韩龙头，可否借你们家传秘籍一关？天尊这是想献血？龙少，即便您天赋异禀，现在学也有点晚了吧？无妨，拿来给我试试。是。龙少，这是我家的绝学火云掌，这是我云家的家传绝学推云手，请天尊指教。哎呦，醒醒！竟然还有人现学现卖！你懂什么？这叫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好了，我学会了。这就学会了？你就别装了，武学世家的秘籍怎么可能看一眼就学会的？我劝你还是退赛吧，别等下被其他天骄们给打死。要不再看看？这才1分钟啊！不用了，韩龙头，我有数。准备比赛吧。好吧，云老、韩龙头，有些事需要你们帮我查一下。都是一些旧事，替我查查。是。哥，比赛就要开始了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没事，一些小事交代一下。各位观众，武道大会正式开始。下面开始宣布比赛规则，时限1个小时，各位武者可以随意上台比试。最后一位站在擂台上的人，即是本次大会的冠军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大家可以一起上台比试，也可以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再上台。最终擂台上只会留下1个人，那个人就是冠军。陈北明，你别傻乎乎的第一个上台，保存体力，最后再上去。你是知道我的。从小我爷爷就跟我说，要做有把握的事，但我从没听过我爷爷的话。他们也不配我等。谁人和我一战？霸气，大丈夫当如是。切，瞎嘚瑟！我看等下第一个被抬下去的就是他。你们先上。跟我上。是。
我们也去。好，你路绝了。哼，不好，他们要抱团围攻陈北明。那怎么办啊？让陈北明退下来？以我哥的性格，是不会下来的。裁判，他们以多欺少，难道不犯规吗？不算，大会并没有规定不能组队。黑幕，云逸，听到了吗？让一个女人替你出头，你丢不丢人呐？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能打有个屁用，小瘪三！还打不打了？废话真多，还在嘴硬。你再厉害，能打过我们这么多人？别说不给你机会，只要你从我当下钻过去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别浪费时间了，一起上吧。给脸不要脸！兄弟们，上！是，给我废了他！好。呀！哦，不堪一击。还有谁？好哎，哥哥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！好了，还有谁？啊？你上！哦，他竟然敢公然挑衅陆少！他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是陆少的对手。陆少是公认的年轻一位第一人。我看他是飘了，就他也配挑战陆少？等下陆少真上去了，他不会被吓得尿裤子吧？不敢了吗？哼，有何不敢？上了，陆少要去教训他了。陆少加油！哦，你似乎对我敌意很深。很好，终于可以报仇了。我们有什么仇？上一世不共戴天之仇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而且你看我妹妹的眼神，我很不喜欢。莫名其妙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这么挑衅我，就不怕被我打死吗？我这人有两大爱好，第一是打死各位，或者被各位打死。只不过能打死我的人还没出生。让开，快让开！天尊，查清楚了，确实如天尊预料的一般。这是找到的秘籍。不出所料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上一世陆天要找的就是这个，我陈家的绝学。哼，收好，陆天，你不是想要我陈家的绝学吗？今天我就用陈家绝学打败你。什么？那不会是太极拳？陈氏太极拳重现天日了。想不到他真是陈氏的传人。啊？太极拳是什么？你听说过吗？不知道啊，看大宗师们这么激动，应该是很厉害。切，再厉害，靠现学就想打败陆少？就是，陆少博采众家之长，天下武学就没有他不会的。想靠这什么拳的打败陆少，真是天真。那就来吧。陆老，陆贤侄他没问题吧？我陆家博采天下武学，又自幼习武，早已有了宗师的境界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就看了几眼太极拳谱的泥腿子？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看了几眼你就学会了？看一眼就学会？这云逸莫非是武学天才啊？你说这陆公子不会输吧？天尊的修为
岂是你们这些凡人能懂的？若不是天尊刻意放水，一道眼神就能灭了陆天。这不可能！再来！是你逼我的，去死吧！这一脚还给你。爹，救我！这位选手不可。那你是不把我奔雷手文泰放在眼里？放肆！云逸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敢对我北省36地的总龙头不敬！什么？竟然是他！北省36地的总龙头，怪不得这么猛。云老，宣布吧。我为同道，今日老夫奉龙首之命，调查了一件往事。我们中间除了卖国求荣的武林败类，形势不对，先走为妙。就是他们陆家。陆家表面上博采众家之长，其实暗地里大肆搜刮各家的家传绝学，然后高价卖给樱花国、美丽国。云老德高望重，我自然信得过。只是陆天行，他可是武林魁首啊！你来说，云老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别踩！我说都是真的。当年抢陈家的太极拳，就是我太爷出的手，杀了陈家家主，但太极拳拳谱却失踪了。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！阿弥陀佛！陆天行呢？陆天行在哪里？报！云老，陆天行被美丽国和樱花国的人接走了，还带走了大量秘籍。怎么会这样？那都是国宝啊！他逃去了国外，事情难办了。难办就不办了，我去办。好，只要你能带回国宝，我等愿奉你为华夏龙首。一言为定。参天下龙首。走。